14岁的媚娘第一次进宫侍寝，就遇上了比她大了整整26岁的李世民。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当着皇上的面说出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话。你就是武媚娘？是，不过我还有个大名叫武曌。哪一个曌？日月凌空，孕育是日月普照，光明万世。本来李世民是没有把媚娘的这番话放在心上的，可当媚娘说出这个曌字是他自己造的时，李世民的脸色便变得极为的可怕了起来。那渗人的目光着实把媚娘吓了一跳，她身上的披肩也随之滑落，露出了晶莹白嫩的肌肤。她慌张的就想要去捡，却是发现李世民不仅用一种别样的目光盯着她，而且还动起了手。就在媚娘以为李世民要进行下一步的动作时，没想到李世民竟然收回了那只不安分的手，并且还拾起了地上的披肩给她披上。此时的媚娘并不知道，李世民之所以会突然疼惜她，其实是因为他的父亲在李世民危难的时候用生命护驾了，而他父亲临死之前的唯一请求就是请李世民照顾好他的女儿武媚娘，所以李世民这才没有计较媚娘的唐突之言，也没有像对待其他妃子一样占有了她，反而是像对待亲生女儿一般紧紧地抱着她。忽然电闪雷鸣，宫殿上的横梁塌了，并且还有一本奇怪的书籍掉了下来。如此怪异的一幕让李世民有种不祥的预感，可让他意外的是，媚娘非但不害怕，竟还主动护在了他的身前。你不怕吗？有皇上在，我什么都不怕。好啊，朕要封你为武才人。媚娘初次什么都没做就成了武才人，可这并不是什么好事，而是代表着她的后宫争权之路开始了。从横梁上面掉下来的那本宫廷秘籍里面记载的几句话，却是差点让懵懵懂懂的她丧了命。唐三世后，女主武王，待有天下。就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却是让身为钦天监的李淳风认为这是大唐的劫难，如若处理不善，大唐的江山就有改姓之危，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杀光所有姓武之人。昨夜雷击甘露殿，是否上苍昭示那个克星已在长安城中？皇上，这个人已经出现在您身边了。我想起一个姓武的人来了，可她只是个小女孩啊。臣观此番天象，这个人自今不出30年，当称王天下，将大唐子孙斩杀殆尽。那么李世民又会怎样处置媚娘呢？14岁的媚娘到底有多聪明？她对武士预言的见解竟然救了她一命。一个姓武的人有一天会夺走我李唐的江山，你相信吗？媚娘认为此乃杞人忧天。哦，自古以来，江山更替，改朝换代，乃民心所向，岂会因一本区区的慧眼小书而江山兴衰呢？媚娘的这番话让李世民很是认同，不过媚娘小年纪就能有这番见解，倒是让他颇为的忌惮。聪明的媚娘话锋一转，她说这些其实是李世民说过的，民心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江山的兴衰显然跟民心有着紧密的联系，像这种迷惑朝廷的乱世之书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如此聪明又能见机行事的媚娘让李世民很是欣赏，于是他便将媚娘留在他的身边当助理。至于那本宫廷秘录却是被他扔进了火盆里，可他不知道的是，他前脚刚走，后脚媚娘就把这本宫廷秘录从火盆里捞了出来。他翻开一看，里面的内容让他心惊肉跳。虽然媚娘是侥幸逃过了一劫，可李君羡却是惨了。他是李世民亲封的武卫将军，在玄武门当差，他的乳名叫武娘。更凑巧的是，他还是武安人参监武庭县公一职。这5个武字似是最为恰当，他李君羡就是那预言所指的武姓之人。俗话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事关江山社稷的延续。李世民虽然不信这预言一说，可他仍旧要处死这李君羡。不过他并没有当着众位大臣的面这么做，因为这会引起其他人的恐慌，甚至会成为有心之人对付他人的借口。于是他当着众人的面把李君羡贬到华州去，再让长孙无忌秘密处理李君羡。杀了李君羡，齐头来见。皇上，您刚才在朝上不是说不信这个邪吗？不滥杀无辜吗？朝上是朝上，朝下是朝下。从李世民处置李君羡的态度上来看，他赐死武媚娘那是早晚的事了。然而身为天命之人的媚娘又岂是那么轻易死的呢？不久之后他就碰到了能救他的人了，那就是大唐的下一任皇帝李治。初次见面，李治就对这个不同于寻常女子的媚娘很感兴趣，两人就这么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了10年。可长大成人之后的李治却是开始对媚娘有了其他的想法了。女人大汗淋漓的正在煎药，完全没有发现有个不怀好意的男人正在靠近她。等她盛好汤要转身的时候，却是和男人来了个极为亲密的接触。当时的两人都呆在了原地，好在男人的父亲女人的丈夫发出了声音，及时打断了他们。什么在响？皇儿，皇儿！面对父皇的呼唤，李治并没有第一时间赶过去，他
他此时的注意力完全都在媚娘的身上，特别是媚娘极为亲昵地给他擦拭嘴角的口水，更是让他有种难以言表的感觉。虽然李世民已经时日无多了，可他的心里还是很清楚刚才他的儿子李治是在干什么的，毕竟他可是过来人，而且从李治那微红的脸蛋和羞怯的反应，他就可以看得出来，正如他所猜想的那般，李治对媚娘的想法是愈加的炽烈了。要不是在这里实在不合适，那说不准李治真的已经做了他最想做的事情了。而李世民也知道留着媚娘始终是隐患，他念在媚娘的父亲救过他的份上，已经把媚娘留在身边12年了，可他这些年来从未宠幸过媚娘，为的就是防止媚娘生下个一儿半女不好下手。如今他已经没几天可活了，也到了该处置媚娘的时候了。唐3世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12年了，皇上还是要杀媚娘。什么不好听了？干嘛姓武呢？又生了个女儿身，你命不好啊！皇上要媚娘死，媚娘无话可说。看着媚娘一副委屈的样子，将死之际的李世民终究还是动了恻隐之心。10多年的相处，就算是条狗也会有感情的，更何况还是个漂漂亮亮的大美人呢？所以他给了媚娘一次选择的机会。聪明的媚娘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抓住了这一缕生机。她告诉李世民，等到李世民大行之后，他就会去赶夜寺落发为尼，不问世事。这个回答让李世民很是满意，所以他也就给了媚娘一条生路。为了稳妥起见，他再三叮嘱李治一定要小心防范武媚娘，一旦媚娘不守规矩，好好当尼姑，那就直接杀了。你要注意那个女人，要是她不守规矩，速取她的性命，免得留下后患。这是朕给你的遗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凭朕的遗旨杀了她。不远处的媚娘偷听到了父子俩的谈话，那她又该用何种办法让李治帮她呢？太子殿下，让媚娘死前做一回真正的女人吧。你说什么？你跟父皇没有？太子李治完全不敢相信媚娘还是完璧之身，毕竟媚娘成为他父皇的武才人已经整整12年了。本来他的父皇是让他杀了媚娘以绝后患的，可他父子俩的谈话却是被媚娘听到了。为了能活下来，媚娘便使出了美人计加苦肉计。本就喜欢媚娘的李治哪能招架得住呢？为了证明他对媚娘的心，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就烧掉了那道李世民留给他的遗诏。这道遗诏可是随时随地能赐死武媚娘的。李治干脆利落的举动让媚娘明白，他要是想从赶夜寺出来，那就必须把李治这棵大树给死死抱住。陛下，你真喜欢媚娘吗？喜欢。媚娘要是殿下的女人就好了。你是我的，你就是我的。媚娘挑逗的话语彻底激起了李治心中的那团火，可还不等他进一步的行动呢，床榻上他父皇李世民的哀嚎声突然惊醒了他。他将随身携带的玉佩给了媚娘当信物，而后急匆匆地赶到了床榻前。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父皇拼尽最后一口气下达的遗旨，竟然是让他立刻杀了媚娘。这让李治陷入了巨大的纠结之中。虽然这是他父皇死前的遗愿，可他却是无法接受，仅仅只是因为那毫无根据的预言就要杀了他心爱的乌姐姐，所以他选择违抗他父皇的遗愿。这一劫媚娘算是挺过来了，可这也只是他漫长人生磨难的第一关罢了。看着宫廷逆录里的预言，他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那个能力取代大唐成为女皇。现在李世民大行了，媚娘也必须遵从遗诏前往赶夜寺了。她是幸运的，因为没有子嗣的嫔妃是要被活活装进棺材里殉葬的，这是先帝和朝廷定下来的惯例，就算是即将登基为新皇的李治也无法改变。他能做的就是在成为新皇之后去赶夜寺接回媚娘。可他不知道的是，媚娘能不能活着等到他来接都是个问题。这个女人太可怕了，先帝未能除掉她，这又媚住了太子。如果太子登基了以后把她接回宫，后患无穷啊！留着她是养虎为患呐。你马上知会赶夜寺的住持，对她要严加管教，不得越雷池一步，否则的话就把她除掉。落发为尼，媚娘又将在赶夜寺遭遇什么呢？女人的头发被9块9买的大剪刀咔嚓了，3分钟之后，她就变成了光溜溜的小光头。看着满地她那养了20多年的秀发，她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剃了就剃了，从此斩断情丝，除去凡尘，扔了他吧。如花似玉的年纪却被迫剃度成为尼姑，这样的情况别说是武媚娘了，换成是任何一个同龄的女人也是难以接受的。本来媚娘是想带发为尼的，并且她还向主持保证新皇李治会在3个月之内接她回宫，可主持却是不惯着她。这赶夜寺里面就没有一个尼姑还留着头发的。他告诉媚娘，要么老老实实剃光光当尼姑，要么就像那些活生生殉葬的嫔妃一般陪先帝。所以即使媚娘有万般的不愿，
他也只能接受成为光溜溜的小光头了。自此之后的媚娘虽然像其他人一般诵经念佛，可她的心里却是无时无刻不期待着李治来感业寺接她，因为这感业寺里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太差了，那些饭菜根本就是难以下咽。而李治登基为新皇之后，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感业寺接他心心念念的吴姐姐，因为不管是前朝还是后宫都不是他说了算的。照着这么下去，他怕是难以履行当初他对媚娘的承诺了。看着那棵又开了的桃花树，李治就想起了初次与他吴姐姐相遇的场景。可他不知道的是，现在媚娘的日子难过得很，每天都做着一些粗活。她时常抱着自己美丽的衣服，憧憬着再次穿上它的那一天。为了能尽快离开感业寺这个鬼地方，她决定冒险写信给李治了。可她刚写完，就遇上了来查房的老尼姑。空了，你倒是挺用心的啊，这么晚了还在写佛经。这老尼姑看到媚娘写的信之后，二话不说就要抢走，却没想到媚娘死死抓住了她的手，即使她用滚烫的蜡汁滴在媚娘的手上，媚娘也仍然不放手。不仅如此，媚娘还强行抢走了书信，吞进了肚子里，气得老尼姑罚她当着众人撕烂了16群。空了，尘缘未尽，违反寺规，罚其面壁思过3天。这一次的失败让媚娘很受打击，若不是李治说过会来感业寺接她，恐怕她已经没有支撑下去的希望了。其实李治在与他吴姐姐分开的这1年以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去把媚娘接回来。可身为新皇的他，别说是去感业寺接他的吴姐姐了，就是见上一面都是不可能的。再过几天就是先帝李世民的1周年忌日了，他倒是可以打着去感业寺进香祭拜先帝的旗号和媚娘见面。可他实在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因为如今的媚娘已然和这些尼姑一般穿着统一的服装，他想要在众多尼姑之中找到媚娘还是很困难的。而媚娘也因为被老尼姑看住的原因不敢提醒李治，所以直到祭典结束，李治也没能找得到他心心念念的吴姐姐。媚娘知道若是错过这次机会的话，那她离开感业寺怕是终生无望了，所以她冒着极大的风险将当初李治给她的玉佩信物悄悄塞给了小太监。当李治见到他和媚娘之间的信物出现的时候，他高兴坏了。为了能留在感业寺，他甚至故意装头晕需要休息一会，支开了随身的大臣们，而后又故意说自己的9龙玉佩在感业寺不见了。朕刚才不慎丢失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朕的9龙玉佩是先帝所赐，先帝说见玉佩如见先帝。那还了得，请皇上切勿忧急，平宜这就去找。哎，慢着，你把寺里的人都召集起来问一问，找到了朕有重赏。是。此时的老尼姑并不知道9龙玉佩和媚娘有关，所以她也就中了李治的妙计了。私藏皇上宝物，那可是死罪。你们要是再不拿出来的话，就怪平宜要一个个搜身了。搜出来，带到皇上面前，就是皇上替你们说情，平宜也绝不轻饶。底下的尼姑一听，纷纷慌了神，生怕这件事摊上自己倒大霉。可媚娘非但不害怕，她竟还主动站出来承认是自己拿的。老尼姑心想，这下可以有光明正大的理由整死媚娘了。岂不知这是帮了媚娘成功见到李治，那么李治见到媚娘之后又会怎么做呢？1年未见的心上人竟变成了小光头，这样的结果让男人一时间无法接受，女人更是羞愧地哭了起来。若是男人早点来接她的话，那她也不至于吃了这么多的苦了。朕负了你，朕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朕枉为君王，竟然自己心爱的女人落发为尼。他的心都要碎了，他一个皇上却是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这更是让他惭愧万分。好在媚娘并不怪他，因为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俗话说春宵一刻值千金，媚娘并没有过多的废话，直接和李治在禅房缓解了一下相思之苦。不多时，阵阵奇怪的响声引起了门外老尼姑的注意。经验老道的他心中隐隐有些猜测，他想进去看个究竟，可看门的公公却是拦着不让他进。无奈之下，他只能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1个小时之后，李治抱着媚娘感慨着这次相见的不容易。这块9龙玉佩可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媚娘，你记住，你永远都是朕的女人。皇上难道忘了媚娘还是皇上的姐姐呢？是，你是朕的姐姐。媚娘的心中很是担心，她怕李治得到之后就丢下她不管了，这可把李治说急了。她当即就以自己天子的身份发誓，这辈子不会负了媚娘。有了李治的这番话，媚娘接下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了。她多想像现在这样一直陪在李治的身边，然而这也只能想想而已。现在的李治还没办法，也没有能力将媚娘带出感业寺。皇上还会再来看媚娘吗？朕恨不得天天跟媚娘在一起。皇上若是不来看媚娘，媚娘会死的。
皇上，该启程了。等李治离开之后，媚娘的苦日子便又开始了。老尼姑逼问着她到底和皇上在禅房里面做了什么，可即使是被打到嘴角流血，媚娘也仍旧没有透露出半个字。她反倒是冲着老尼姑笑，这可彻底把老尼姑惹毛了。那么媚娘又将会遭受到怎样的折磨呢？小尼姑怀孕了，强烈的孕吐反应让老尼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可小尼姑非但不觉得羞愧，她竟还窃喜了起来。孩子，娘真是好福气啊！等生下来，到那个时候，娘就有出头之日了。这个孩子的出现让媚娘欣喜若狂，也不枉她冒了那么大的风险和李治在禅房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不过老尼姑可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感业寺发生，所以她发现媚娘怀孕之后，并没有第一时间揭穿媚娘，反而是让人熬了一碗可以解决媚娘肚子里的孩子的汤药。这是寺里的秘方，能治百病，趁热喝了吧。媚娘就是再傻也知道这能治百病的秘方不是什么好东西，她接过来闻了闻，而后故意说自己没什么大问题，不需要喝。老尼姑见媚娘如此激进，她索性也不装了，她对着媚娘连说3个不同发音的好。既然媚娘不愿意喝，那她就让人强行灌下去。为了保住腹中的孩子，媚娘爆发了洪荒之力，挣脱了2个尼姑的束缚，而后报复性的将药液喷了老尼姑一脸。小贱妇，我打死你！我给你打！这是。媚娘的反抗彻底激怒了老尼姑，可还不等她反击呢，媚娘却是突然将李治给她的定情信物9龙玉佩拿了出来。这下老尼姑就是再傻也知道媚娘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李治的了。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媚娘索性就挑明了，她告诉老尼姑，肚子里怀的可是龙种，杀她就等于杀了皇子，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怒急攻心之下，老尼姑差点就被媚娘活活给气死了。另一边的李治拿着媚娘的青丝轻轻的嗅闻，媚娘那独有的发香让他沉醉，再也无法忍受的他决定冒险偷偷去感业寺见媚娘。可他不知道的是，媚娘这回正被老尼姑折磨着，他是想逼着媚娘说这孩子不是李治的，这样他便有光明正大的理由处死媚娘了。可还不等他动手呢，李治再次驾临感业寺的消息却是让他慌了神。凭你不知皇上驾临，凭你有失远迎，望皇上恕罪。武媚娘呢？媚娘？什么武媚娘？请皇上详示法号。哼，朕恨不得杀了你！阿弥陀佛，请皇上恕罪。你要是找不出朕的媚娘，你就是欺君之罪。是，哼，皇上请。若是李治看到媚娘被折磨得不成人样，那他会是怎样的反应呢？女尼姑竟然将男人的手放在自己肚子上，那微微隆起的肚子让男人欣喜若狂，他带着万分期待看向了尼姑。媚娘怀了皇上的孩子。朕的孩子？朕和媚娘有孩子了。这个孩子的到来让媚娘和李治的感情更进了一步，可如今的媚娘却是无法回到宫中，毕竟她的身份是先帝生前的武才人，身为皇上却不能随心所欲，这让李治觉得自己很是窝囊。其实现在的媚娘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可在李治来之前，她可是吃尽了苦头。为了不让李治担心，也为了接下来能在感业寺里不被老尼姑针对，他便帮了老尼姑一把，所以李治并没有看到媚娘伤痕累累的样子。而门外的老尼姑也松了一口气，要是媚娘不帮她的话，那这会盛怒之下的李治怕是要砍了她的脑袋了。媚娘吃了这么多的苦，却仍然坚持让李治把她留在感业寺里，因为现在的她一旦被李治接回了宫，那李治怕是连皇位都不保了。最稳妥的办法还是他在感业寺悄悄地将这个孩子生下来，不过他身边没有可以信赖的人，所以他让李治去把他的姐姐接过来，到时孩子生下来之后就由他的姐姐带回老家抚养，等到李治的皇位坐稳了之后，再找个合适的时机将媚娘母子俩接回宫里。媚娘，你等着，不出1年，朕一定要把你和孩子接回宫，朕要你名正言顺做朕的女人，做皇儿的母亲。媚娘等着。李治离开之后，老尼姑对待媚娘的态度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且不说媚娘刚才不计前嫌的救了她一命，就是媚娘现在怀着皇上的孩子，也不是她能得罪得起的。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媚娘的肚子也一天天的大了起来，这样偷偷摸摸的日子也不知道何时才是个尽头。另一边的李治已经急得快要跳脚了，再过些天媚娘就要生了，可他却是因为长孙无忌的原因不能再去感业寺了，否则让长孙无忌知道他和媚娘有了孩子，那到时候可就麻烦大了。很快便到了媚娘生产的日子了。媚娘，你别怕啊，做女人都是要过这一关的啊！来，沉住气，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一定！媚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生下了一名皇子。寺庙最美的尼姑生孩子了，而且还生了个7斤7两的大胖小子。媚娘，你生了个大胖小子，是皇子，我给皇上生了个皇子。看着眼前的皇子，媚娘只觉得他受的罪都值得了。而孩子的父亲也就是大唐的皇帝李治，他在得到这个喜讯之后也是激动的不行。可转念一想，他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能看上一眼，
他的心情便又由晴转阴了。现在宫门外全都是长孙无忌的眼线，若是他去看孩子被长孙无忌知道了，那势必会给媚娘母子俩带来灾祸的。所以他便想到了跟着皇后去感业寺进香，到时候找个机会偷偷去看媚娘母子。此时的皇后并不知道李治的计划，可当李治提出要躲在他凤眼里不能惊动长孙无忌的时候，他就算再傻也知道李治是打着别的主意了，这让他更加的难受了。如果不是李治有求于他的话，恐怕他连跟李治说句话都难。这件事情要是让长孙大人知道了，臣妾可担当不起。皇后，朕知道你常出宫烧香，羽林君也不会阻拦你，就算朕求你了。皇上也是第一次求臣妾，也罢，那就答应皇上吧。在皇后的帮助下，李治顺利的前往了感业寺。殊不知媚娘带着儿子早已望眼欲穿了，她的姐姐更是觉得李治不靠谱。然而媚娘却是坚信李治不会像别的男人一般始乱终弃，正如媚娘所坚信的那般，李治带着皇后来感业寺了。等到时机差不多的时候，李治便趁着皇后不注意悄悄溜走了。刚一见到李治，媚娘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将李治紧紧地抱在了怀里。她盼星星盼月亮，可算是把李治给盼来了。看着两人之间爱的结晶，李治的脸上的笑容根本停不下来。另一边的皇后在察觉李治不见了之后，她已然猜到这感业寺定然有什么猫腻，否则李治又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偷偷摸摸的呢？然而此时的李治却是早已把皇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现在的眼里只有媚娘和他俩之间的儿子。皇上，给花儿取个名字吧。就叫红吧，红乃大也。李红，好响亮的名字啊！皇儿，你有名字了，你叫李红。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可媚娘何时才能光明正大的带着孩子回宫呢？她多想将媚娘母子接回宫里，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可这么做只会害了所有人。今天皇后也来了，要是走漏了风声，祸害皇上，红儿跟媚娘也绝无生路啊！原来李治是跟皇后一起来的，并且他还是趁着皇后不注意悄悄溜走来看媚娘母子的。可皇后又不是傻子，李治如此偷偷摸摸的行径已然让他意识到感业寺里是有猫腻了。他问老尼姑知不知道李治去哪了，这可把老尼姑吓坏了。若是让皇后知道了媚娘母子的事，那到时李治定然会砍了他脑袋的。所以即使是被皇后罚掌嘴，他也绝口不提李治和媚娘之间的事。然而媚娘却是明白不能将他和李治的孩子留在感业寺了，否则迟早会有露馅的一天。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的姐姐将孩子带回老家抚养。一想到孩子还这么小就要离开母亲，媚娘的泪水便止不住的流了下来。她的哭声传到了外面，恰好被四处寻找李治身影的皇后听到了。哪来的哭声啊？是谁在哭啊？没有啊，皇后。这哭声好像是从那边传过来的，到底是谁呀？是昨天刚进寺的一个小尼，他突发了疾病，平尼就让他在这儿静养。是吗？是。哎，皇后使不得，那小尼得的是传染病，皇后您大福大贵之体，千万别染了晦气。老尼姑急中生智骗过了皇后，可若是这么继续找下去，那宝不准还真给皇后找到了。媚娘也意识到是该让李治和他的孩子李红离开了。离开之前，李治让媚娘把头发蓄起来，等到媚娘长发及腰的时候，就是他堂堂正正的将媚娘接回去的时候。媚娘一听激动坏了，也不枉他为李治吃了这么多苦，生下了李红。回去的路上，李治的人虽然离开了，可他的心却是留在了感业寺，这让皇后有种他被李治当成了工具人的感觉。夜深人静的时候，媚娘将孩子给了他姐姐带回了老家，这种骨肉分离的痛苦让媚娘心痛万分，毕竟她的孩子才生下来没几天的呀。皇上和皇后正准备就寝，没想到外面却是传来了幽怨凄凉的箫声，这可着实有点影响心情了。这么晚了，谁还在宫里吹箫呢？后宫有这么多的女人，人人都想得到皇上的宠幸，得不到的便只好借些幽词怨曲来宣泄。这也难怪呀，皇上只有一个，哪能天天离幸一个人呢？今晚皇后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了。这些年来，李治一直宠着萧淑妃，这能歌善舞还能生3个孩子的萧淑妃确实是招人喜欢，皇后根本比不过。她可是母仪天下的皇后，让她去学萧淑妃那般狐媚讨好男人，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她也做不到。可她不知道的是，李治玩着玩着就想起了媚娘母子在感业寺遭受的苦难，这让他再也没有兴致和萧淑妃玩耍了。
后宫佳丽3000，可唯独只有媚娘和他惺惺相惜。要是有媚娘能陪伴在他的身边，那该多好！一旁的太监提醒李治，上次李治去赶夜寺见媚娘母子的事已经被皇后有所察觉了。既然如此，那就干脆坦白，让皇后把媚娘接回宫。太监的话可算是提醒了李治，如今他和媚娘的孩子已经被媚娘的姐姐秘密带回老家了。若是皇后肯出手接媚娘回宫，那便可以不用承受相思之苦了。所以当天晚上，李治并没有像往常那般去找萧淑妃，而是突然来到了皇后的寝宫。皇后，朕冷落你了。皇上，臣妾盼这一天盼了好久，臣妾还以为皇上已经把臣妾忘了。怎么会呢？你是朕的皇后吗？李治本来准备早点把事情办了，再和皇后说把媚娘接回宫的事，却没想到皇后坚持要洗白白，把她最好的一面呈现给李治。然而他这边还没洗好呢，萧淑妃便开始像往常那般敲锣打鼓吸引李治。虽然李治很想去找萧淑妃玩耍，可为了媚娘的事，他终究还是忍了下来。哪怕是萧淑妃吹奏着凄凉幽怨的箫声，他也根本不为所动，因为他跟皇后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经过漫长的3分钟，李治不禁陷入了纠结之中。若是他现在开口说媚娘的事，那未免太过直接了，所以他故意来到书桌前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是之前媚娘写给他的。皇上是在想念这个写诗的人吗？是。他是谁呀？媚娘。是他，武媚娘，武才人。是。皇上，那可是先帝的人呐！不，她是朕的女人。我明白了，皇上让臣妾带皇上去赶夜寺，就是去跟他私会的。朕不仅是跟媚娘私会，媚娘还跟朕生了个儿子。皇上，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不知廉耻大逆不道的事呢？李治的离谱简直震碎了皇后的三观。李治荒唐至极的行为可算是让皇后大开眼界了。和先帝的女人有染就已经够离谱的了，没想到竟然连孩子都生下来了。这要是让长孙无忌那帮大臣们知道了，那李治这个皇帝可就没得做了。或许是觉得皇后好说话，又或是觉得皇后好欺负，李治竟然让皇后帮他一把。可让皇后震惊的是，李治并不是让他帮忙隐瞒此事，而是让他去赶夜寺接媚娘回宫。一时间皇后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一旦这媚娘进了宫，那李治和媚娘的事怕是瞒不了多久了。然而李治就是铁了心要这么做，他甚至还威胁皇后，若是不把媚娘接回来的话，那他宁愿不做这个皇上了。皇后吓得赶紧堵住了李治的嘴，要是让李治继续说下去，那保不准还会说出什么离谱的话来呢。李治今晚展露的信息量实在太大，皇后便让李治给他点时间消化消化。然而李治的心里可是明白得很，皇后这般回应显然是婉拒他了。为了让皇后帮他接媚娘，他想出了一个极为阴险的方法，那就是去找皇后的死对头萧淑妃。此时的萧淑妃并不知道李治的来意，她还以为是他的努力打动了李治呢。不过这招激将法可是对皇后很是管用的。这个小贱人，明摆着是跟我抢皇上。是啊，小贱人，初一你站着，15也站着，那就别怪我不客气。皇后娘娘的意思是，我没替皇上生个一儿半女，萧淑妃却一口气给皇上生了3个。再这样下去，我这个皇后之位迟早要让给他。是啊，皇后娘娘，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我这就去把武媚娘接进宫来。万万不可呀！小太监可是被皇后的想法吓坏了。且不说接媚娘回宫能不能扳倒萧淑妃，就算是成功了，以李治对媚娘的上心程度来看，到时候的媚娘只怕会成为比萧淑妃更可怕的对手，那可就跟引狼入室没什么两样了。然而不管小太监如何的劝说，已经被萧淑妃气昏了头的皇后却是坚决要用媚娘对付萧淑妃。她想着她帮了媚娘这么大的忙，到时候不管是媚娘还是李治都一定会感谢她的。我要是替皇上把这事儿给办了，那我就是皇上最大的恩人。至于武媚娘呢，我是有恩于她，她对我感恩还来不及呢。要是皇后知道媚娘进宫之后会接连干翻她和萧淑妃，恐怕她的肠子都要悔青了。贱货，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妖精！皇后来赶夜寺接媚娘，可她刚一见面就狠狠地把媚娘教训了一番，为的就是想用她皇后的威势收服媚娘对付萧淑妃。而皇上李治在得知皇后愿意帮忙的时候，他甚至不顾身份向皇后拜谢。当时的皇后便有点觉得他的这个决定是错的了，因为李治对媚娘上心的程度已经超过了他的预期了。而李治接下来的一番话，更是证明了他心中的猜想：媚娘爱朕，朕也爱媚娘，所以还望皇后成全。臣妾可以成全你们，不过臣妾有个条件。你说，朕一定答应你。臣妾
让媚娘做臣妾的侍女。这不得不说，皇后还是很聪明的。只要媚娘成了她的侍女，那媚娘便成了她对付萧淑妃的利器了。本来李治是不想委屈媚娘的，可想到媚娘是他父皇的武才人，而且媚娘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成为他的嫔妃的，所以成为皇后的侍女不仅可以名正言顺的进宫，而且还方便他与媚娘缓解相思之苦。所以李治当即就同意了皇后的条件。然而皇后来到感业寺之后，他并没有急着去找媚娘，反而是先给他自己求了一卦，而他求的自然是他何时能怀上孩子了，却没想到只求到了一支不上不下的中平之签，这让皇后的心情很是不美丽。当她看到媚娘姿色胜过她的时候，她内心的嫉妒就再也不受控制了。贱货，你是先皇帝的女人，先皇已经驾崩，你就该好好的待在寺庙里修行念佛，居然淫心不死，打起了当今皇上的主意。请皇后娘娘自重，动手打人实在有失您的身份。本后不光要打你，还要斩了你呢。皇后娘娘想恩将仇报吗？媚娘提起恩将仇报，让皇后颇为的不解。贵为皇后的她又何曾受过媚娘的恩惠呢？原来是当年先皇本意是准备立吴王克为太子的，却没想到李治受到媚娘的提醒，成功逆袭了。最终李治成为了新皇，而皇后自然也跟着沾光了。媚娘的巧言善辩让皇后不由得刮目相看，她对媚娘的戒心也不由得提高了几分。然而媚娘却是在这个时候故意提起萧淑妃，这让皇后瞬间暴怒了。见时机成熟，媚娘便主动向皇后下跪，为她刚才顶撞的行为认错，而后又表示她愿意帮皇后对付萧淑妃。皇后见媚娘如此聪明乖顺，也就打消了戒心，带媚娘回宫了。岂不知她不是找了个帮手，而是引狼入室。她刚进宫就拿刀捅伤了自己，鲜血瞬间就染红了她的衣裳，而皇上也随之暴怒了。你们今天有本事把朕也杀了吧！皇上不可呀！皇上！媚娘之所以要伤害自己，其实也是迫不得已。皇后带着她返回皇宫的时候，遇上了长孙无忌。这长孙无忌说什么也不让皇后把媚娘带进宫里，就算是李治出面，他也丝毫不给面子。不仅如此，他还当众让李治难堪。他说自己是受了先皇帝的遗训辅佐李治，却无能到让李治做出此等荒唐之事。今日他就是死，他也不能看着李治继续错下去，干出此等不忠不孝让天下人耻笑的事来。被逼急了的李治为了媚娘也是豁出去了，大不了他不当这个皇帝了。媚娘见此情形，只好拿出匕首让李治闭嘴。要是李治不当皇帝了，那他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他告诉长孙无忌，有事冲着他来，没必要去为难李治。接着他更是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扎向了自己心口旁边的胳膊。李治看到媚娘受伤，哪还管得了那么多？阻拦朕和皇后回宫者，斩！皇上不可呀！皇上！李治就这么抱着媚娘在众人的瞩目下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宫里。可这也让皇后对这个出手果断心智过人的媚娘更加的防备了。而且他和媚娘在一块的时候，李治的目光就根本没在他的身上停留过。他知道是该管教一番媚娘了，于是当天晚上他就让媚娘伺候他沐浴。李治本不想让媚娘受这样的委屈，可媚娘的心里明白，如今长孙无忌等一众大臣都想把他除之而后快，若是再把皇后得罪了的话，那他不仅在宫里待不下去了，就是小命怕也难保了。所以别说是他给皇后伺候沐浴了，就是再大的委屈他也得忍受着。奴婢来伺候娘娘了。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奴婢。媚娘，你真是一个乖巧的人呐，难怪皇上会喜欢你。能伺候娘娘是奴婢的福气。你这句话我倒是中意听的。那你现在就来伺候你的主子吧。是。皇后知道媚娘的心里不服气，可她就是喜欢这种仗势欺人的感觉。殊不知此时的她有多得意，以后的她就有多么的失意。不仅如此，皇后还当着皇上的面让她脱鞋子。如此过分的行为让皇上很是恼怒，可她也只能忍着。臣妾想跟皇上生个皇儿。皇后这么善良，会有皇儿的。由于皇后靠在李治的肩膀上，所以她并没有看到李治脸上的表情。然而皇后这般欺负媚娘已经算是好的了。萧淑妃和长孙无忌却是商量着要把媚娘给斩了。自打李治登基以来，一直都像个乖宝宝一般听话的，可如今却是为了媚娘连皇位都可以不要了，就连一向安分守己的皇后竟也掺和其中了。媚娘的影响力让他们害怕了，要是这样一个妖媚惑主的武媚娘留在宫里，那大唐的基业怕是要断送了。于是到了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就有大臣向李治奏明了媚娘进宫一事，而长孙无忌更是丝毫不留情面的将李治和媚娘的老底都给掀了。他把媚娘和李治生了儿子的事当着众位大臣的面给抖出来了。当时的李治就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借口离开，然而没达成目的的长孙无忌又怎肯罢手呢？
皇上把武媚娘接到宫里，打算如何安排？是否也再封她一个才人？武媚娘是先帝宠幸过的人，皇上又宠幸了她，这叫什么事嘛？父父子子，纲常伦理都被皇上破坏殆尽，惹天下人笑话呀！别说了，退朝。皇上稍等！以褚遂良和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们开始动真格的，他们纷纷逼迫着李治赐死武媚娘，这可把李治气得不行。他虽然贵为皇上，可这件事他根本就不占理。若是逼急了这帮顾命大臣，那搞不好他连皇上都做不了了。因为顾命大臣的权力很大，大到有正当的理由，甚至可以废除皇帝。一旦李治的皇位被废，那到时候的媚娘必然是死路一条了。皇后得知后担心这件事会波及到她，所以她便打算丢车保帅了。只是她也不好直接开口把媚娘推出去，所以她便逼着媚娘自己说了。他们既然不会放过你，那他们也就不会放过我呀！哎呀，我这个皇后真是傻呀！请娘娘把奴婢交出去吧。啊，把你交出去？祸都是奴婢惹的，只要娘娘把奴婢带到庭上，交由他们处置，娘娘就会没事了。媚娘啊，那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你可不要怪我。娘娘对奴婢是有恩的，奴婢愿以死相报。媚娘的识趣让皇后很是满意，那么媚娘又该如何化解这必死的局呢？这是要杀头的，不，这是要灭九族的。媚娘胆大包天到伪造先皇密诏，这可把李治吓坏了。其实媚娘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了，所以她很早之前便藏了这么个杀手锏。当以长孙无忌为首的顾命大臣们联合请李治斩了他的时候，他便知道是该拿出这道杀手锏的时候了。本来皇后是准备自保把他交出去的，可当他看到媚娘拿出的这道密诏之后，他便又改变主意了。毕竟媚娘对他笼络圣心可是有大用的，若不是他把媚娘从感业寺接回皇宫，那李治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宠幸她了。皇后娘娘，这可是奴婢的护身符啊！那既然是你的护身符，你为什么不早拿出来呢？奴婢拿出来，长孙大人他们会信吗？他们异口同声认为奴婢是一个祸害，还不借此机会定奴婢一个制造假诏的罪名。媚娘啊，你果然聪明。虽然皇后答应出手帮他，可这种任人宰割的感觉实在是太无力了。这次的生死劫让媚娘越发觉得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等来到朝堂之后，皇后刚一开口提及此事，就遭到了长孙无忌的斥责。一个后宫的女人竟然也跑到朝堂之上议事，难道后宫嫔妃不得干政的禁令是形同虚设的吗？可当皇后拿出那道先皇密诏之后，长孙无忌便意识到大事不妙了。而这密诏的内容更是极为的劲爆，竟是先皇念在武媚娘的父亲救驾有功的份上，让媚娘在他死后进宫侍奉李治。本来大臣们是不敢相信先皇会留下这样的诏令保住武媚娘的命，可密诏上先皇的笔迹却是让他们哑口无言。长孙无忌不甘地瞪了媚娘一眼之后，只能离开了。这次的大反转让李治直呼过瘾，他当皇帝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让那些顾命大臣们屈服了。更重要的是，有了这道先皇密诏，他便可以光明正大的和媚娘在一起了。其实这道密诏是媚娘伪造的，她陪在先帝的身边12年，早已将先帝的笔迹模仿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得知真相的李治不禁感到后怕，还好是媚娘成功了，这要是失败了，那可是要灭九族的。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好吧，媚娘，有你在朕的身边，朕心里踏实多了。这一次你挽狂澜于极岛，让坏事变成好事，朕越来越离不开你了。皇上，媚娘，朕要你。媚娘，朕要你。媚娘也想，可是不行。皇后哪儿？一提到皇后，李治便兴趣全无了。毕竟这个节骨眼上，若是媚娘受宠，那势必会引来皇后的嫉妒，那媚娘日后在宫里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所以为了将来，媚娘和李治现在就是在想，那也得忍耐。接着媚娘俏皮地啄了李治一口，而后带着轻笑快速地跑开了，只留下李治留在原地傻傻地笑着。接下来的日子里，媚娘就像个极为乖顺的奴婢一般伺候着皇后，而且嘴上时常念叨着皇后对她的恩情，这让皇后是越加的喜欢媚娘了。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媚娘故意装的。既然皇后想用她对付萧淑妃，那她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向皇后透露萧淑妃和褚遂良来往密切，这让皇后彻底坐不住了。本来萧淑妃就给李治生了3个孩子，若是再与朝臣联手的话，那无花果的她怕是做不了多久的皇后了。所以她便迫不及待地将此事告诉了李治。萧淑妃那个狐狸精到楚大人的府上去挑拨离间，所以今天大臣们才会在庭上大闹的。什么？有这等事？朕这就去找他。李治的反应让皇后和媚娘都很满意。可当怒气冲冲的李治找到萧淑妃时，没想到萧淑妃却是已经带着儿子跪在地上等候多时了，并且还是穿着一身校服。
和皇上穿着校服干什么？宫里谁死了？皇上不是要打死我们吗？我们娘儿俩先自个儿给自个儿穿校服了。皇娘，儿啊，你父皇不要你了，也不要你皇娘了，要死，咱们娘儿俩就死一块儿吧。看着萧淑妃母子那副可怜兮兮的模样，李治实在是难以下手处罚了。到了夜里，李治便趁着皇后睡着之后偷偷溜出去找媚娘了。他告诉媚娘一个重要的消息，那就是可以把他们的孩子李弘给接回来了，并且他还要封媚娘为昭仪。为了答谢李治的恩宠，媚娘便趁着皇后睡着了和李治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第二天早上，皇后醒来之后发现枕边的李治不见了，她还以为李治是去上早朝去了，殊不知李治是和媚娘忙活了一宿呢。看着眼前的龙椅，媚娘涌现出了无比渴望的神色，只有坐上这个位置，她才能真正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鬼使神差之下，她竟一屁股直接坐了上去。哎，皇上，媚娘犯了皇上的大忌了。无妨无妨，坐吧。那媚娘错了？朕赐你坐一会儿，反正你也不会跟朕抢皇上坐吧？那媚娘真的做了？坐吧坐吧，朕的江山也是媚娘的江山呢。此时的李治并不知道，他的这句玩笑话日后竟然成真了。在得到李治的同意之后，媚娘便可以毫无顾忌地坐在了这张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龙椅上。自此之后，她便是李治的武昭仪了。她也算是熬出头了，可皇后却是不平衡了。她借着训斥其他侍女暗指媚娘出身的卑贱，却没想到媚娘不仅不生气，竟反倒是像之前那般乖乖地侍奉她。找不到借口的她便故意整媚娘，明明媚娘都已经给她洗好脚了，可她却是故意让媚娘擦了一遍又一遍。虽然媚娘都忍了，可她却是在心底打定主意，将来要加倍奉还给皇后。等媚娘见到李治的时候，她却是意外地发现她的姐姐突然来了，而且还带了一个男婴。这是谁啊？这是红儿啊！红儿，来，让皇娘抱一下。媚娘小心翼翼地接过她的红儿，而后紧紧地抱在怀里。多日不见，她和李治的儿子都已经长得这么大了，要不是她伪造了那道先皇密诏，恐怕他们一家三口就没有今天的团聚了。这时李治接过了媚娘手中的儿子，没想到他刚一抱进怀里，就感觉到胸口有一股热流传来了。原来是他的儿子没有穿尿布湿尿了他一身。而这媚娘也是会说话，她说这是他们红儿好胆量，刚见到他的父皇就给了一个有味道的见面礼。李治听完之后很是高兴，他当即就给李弘封了代王。夜晚的时候，媚娘为了答谢李治接回了他们的儿子，她便带着李治来到了两人初次相遇的桃花树下。此时的媚娘就像个花仙子一般美丽，她时而俏皮地将鲜花撒在空中，时而在花瓣雨下翩翩起舞，这可把李治看得口水直流。当天晚上，两人的寝宫便洒满了花瓣。媚娘，只怕媚娘突然不见了。去哪儿？去感业寺？你要去感业寺，朕也去。朕去当和尚。别闹了，媚娘又有了。啊，有了？老天爷啊，这次给朕带来一个女儿吧。只要皇上喜欢，媚娘就给你生个女儿。不久之后，他们也即将迎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空气之中不仅弥漫着花香味，还夹杂着爱情的酸臭味。他俩倒是快活了，可却是苦了那帮等着李治来上早朝的大臣们了。他们的腿都快站麻了，却是仍然不见李治的身影。许多大臣猜测李治可能是生病了，可长孙无忌的心里却是隐隐有了猜测。他觉得此事定和那妖媚惑主的武媚娘有关。正如他所猜想的那般，这没上早朝的李治正和他的吴姐姐玩耍得很是愉快。此时他也算是体会到了做皇上的快乐了。可就在他俩玩得正起劲的时候，长孙无忌却是突然来催李治上朝了。结果他刚好看到了李治是因为媚娘才不上早朝的。武昭仪，你好大的胆子！舅舅严重吧，这不关武昭仪的事，是朕。你，这是武昭仪捣的胭脂，朕替他试一试。你可是大唐的皇上啊，不是戏子。长孙大人责备的事都是媚娘的错。行了行了，你是要朕跟你去上朝，朕去就是了。离开的时候，长孙无忌狠狠地盯了媚娘一眼，显然媚娘已经成了他的眼中钉了。另一边的萧淑妃得知媚娘受宠之后，很是幸灾乐祸。皇后想用武媚娘对付她，可到头来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过对她来说，现在倒是个绝佳的机会，只要她的儿子素洁成为了太子，那她萧淑妃就可以翻身成为后宫之主了。此时的皇后也意识到这武媚娘是个祸害了。萧淑妃和媚娘都有儿子，可唯独她这个皇后啥都没有。不管是萧淑妃还是媚娘的儿子成为太子，那都没她皇后什么事了。为了巩固自己的后位，她的舅舅想到了一个妙招，那就是让她去过继宫女刘氏给李治生的儿子李忠。自古以来太子都是立长立嫡，既然他没有嫡生子，那就让过继来的长子李忠做太子。
陈王忠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成为太子，必将你视为圣母，尽忠尽孝。如果他以后当了皇上，你就是皇太后了。这主意很好，那就这么定了。此事就包在舅舅身上，只是宫里头还是皇后，你要费点心思，尤其是武昭仪。什么？让我去求那个狐狸精？皇后，办大事的人要能屈能伸呐。皇后不得已只能去找媚娘帮忙，两个皇后凑在一起说着悄悄话，一场足以掀动整个王朝的计划就这么悄然形成了。娘娘是媚娘的再生恩人，媚娘不会忘记娘娘的恩情的。我知道，媚娘你是个聪明人，这事儿就看媚娘你的了。媚娘本不想帮皇后干这种事的，可皇后却是拿出了让她不得不帮的理由，那就是曾经她所伪造的那份密诏是皇后的舅舅宣读的，而媚娘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武昭仪，也是离不开她皇后的，所以媚娘只能答应出面帮皇后过继陈王李忠。然而这种涉及到立太子的大事可不是随便说的，搞得不好不仅会失宠，而且还会万劫不复。想来想去，媚娘便用开玩笑的方式向李治提起了这件事，结果李治听后便瞬间变了脸色。他告诉媚娘，这陈王李忠虽然是长子，可他更喜欢萧淑妃的儿子素节，不过由于媚娘的关系，现在的他却是更喜欢他和媚娘的儿子李弘了。由于李弘现在的年纪太小，所以他想再过几年再立李弘为太子。媚娘听完之后是既感动又担心，要是李弘现在当太子，那他等于是把皇后和萧淑妃全给得罪了。可不管他怎么说，李治就是不愿立李忠为太子，这下媚娘算是麻烦大了。他可是当着皇后的面答应的好好的，现在李治却是有了立李弘为太子的想法，这让皇后觉得是媚娘阴了他。武昭仪是一个有野心的女人，她想要皇上立李弘为太子。这一次，我又是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可恨，太可恨了！这个贱人，莫非自己还想当皇后，取而代之？眼看我这皇后的位置就快要不长久了。接二连三的失利让皇后明白，她玩脑筋是玩不过武媚娘的了。虽说她有舅舅帮忙，可后宫的事却是很难帮得到她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联合萧淑妃对付武媚娘了。当她告诉萧淑妃李治准备立李弘为太子的时候，萧淑妃吓得都花容失色了。一旦真的让李弘成了太子，那她的下场绝对不会比皇后好到哪去了。面对武媚娘这样的劲敌，萧淑妃只好放下昔日的恩怨，和皇后联手了。来，起来吧，我知道妹妹是个聪明人，只要我们俩不计前仇，联起手来对付武媚娘，那我们在宫中还有立足之地。否则的话，只能在冷宫里待上一辈子了。娘娘请放心，妹妹全听娘娘的。后宫权势最大的两个人联手了，那么他们该用何种办法让李治立李忠为太子呢？小猫只是舔了几口主人手里的点心，没想到几个呼吸之后便直接死了。这猫好像死了！天哪！我的猫啊！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会死了呢？是不是中毒了？啊！皇后的提醒可把众人吓得不轻，这要是嘴快的吃了的话，那这回可不就死翘翘了。媚娘疑惑地看向手中的点心，这些点心可都是她精心准备的，为的就是在今天皇后过继陈王李忠的时候当做贺礼的。岂料这皇后竟然打算趁着这次难得的机会对付媚娘，她是想与萧淑妃打配合，彻底解决媚娘这个难缠的对手。所以她趁着众人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在媚娘所送的点心里面下了毒，而后让众人先吃媚娘送来的点心。结果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由于这点心是媚娘送的，所以皇后和萧淑妃异口同声地咬定这毒是媚娘下的，为的就是毒死陈王李忠，好让媚娘自己的儿子李弘当太子。当皇后的侍女小翠被问到有没有人碰过这盒有毒的点心时，她的目光不禁投向了皇后。她可是记得这盒点心是皇后递给她的。你这个死丫头！说，皇后娘娘，奴婢什么也没看见，武昭仪杀人了，杀人了！人证物证俱全之下，李治不禁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媚娘，这可把媚娘气笑了。这不明摆着就是栽赃陷害吗？其实李治的心底也不相信媚娘会为了自己的儿子做出这种事来的，他是准备将这件事情查得清楚再处置媚娘的。可萧淑妃却是在一旁要死要活的闹得他不胜其烦，再加上皇后也在一旁哭着闹着让他立即处置媚娘。你如果不把她打入冷宫，臣妾就死在你面前。皇上，臣妾也死在皇上面前。你们这是干什么？把她打入冷宫！皇上，求你了，皇上！媚娘不忍李治为难，她便主动请求将自己打入冷宫。可在临走的时候，她悄悄地在李治的手心上一笔一画地写了一个字，而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她只是在皇上的手心写了一个字，没想到这个字却是救了她的命。皇上回去细细琢磨之后，终于明白了这是个什么字了。
真想到了，是个翠字，是个翠字。这翠字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不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小翠儿啊？对，就是她。李治之所以如此肯定这翠字指的就是小翠，其实是因为他在审问小翠的时候，皇后的反应实在是太过异常了。很明显，小翠是知道了些什么不该知道的事，而这件事肯定和皇后脱不了干系。所以李治当即就让人在不惊动皇后的情况下，把小翠带过来问话。你从实说来，你到底有没有看见什么？皇上饶命！皇上饶命！朕没说要杀你啊，你这话从何而来？是皇后。皇后？皇后怎么了？皇后会杀了奴婢的，皇上，请您救救奴婢。皇后为什么要杀你？难道是你下的毒吗？不，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小翠的反应让李治明白媚娘定然是冤枉的，可不管她如何的逼问，这小翠就是不肯说出真相，而且小翠还不断的向她磕头，即使头磕破了也仍旧不停下来，这让李治明白小翠定然是有难言之隐了。至于身处冷宫的媚娘，她在看到点心上面奇怪的白色粉末，便明白她的点心定然是被人做了手脚了。另一边的皇后在得知小翠不见了之后慌得不行，她倒不是怕小翠会向李治说出实情，而是李治已经怀疑这件事另有隐情了。一旦让武媚娘从冷宫里面活着出来的话，那她和萧淑妃所做的一切可就白费了。不能让武昭仪从冷宫里面出来，死人是不会从那儿出来的。为了防止夜长梦多，皇后当即派人去冷宫赐死武媚娘。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媚娘已经知道了糕点有毒的原因就是因为白色粉末了，所以皇后的人来逼她吃下这有毒的糕点时，她便毫不犹豫地当着公公的面吃了。等到李治带人赶到的时候，却是发现媚娘已经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了。媚娘，你怎么了？媚娘。李治看着毫发无损的媚娘有点懵，按套路来说，这个时候的媚娘应该已经凉了，怎么像个没事人一样的呢？看着李治一脸疑惑的样子，媚娘便拿出了一块糕点就往嘴里送，吓得李治还以为是媚娘想不开了呢。媚娘，你不能做傻事啊，朕不能没有你。有皇上这句话，媚娘死而无憾了。你还笑？媚娘好高兴。媚娘，朕知道你受委屈了，你放心，朕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的。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哦，原来这食盒里的糕点之所以有毒，其实是被人撒了白色粉末，只是当时下毒的人应该比较匆忙，这才导致了此人没有时间将所有的糕点都撒上毒药。媚娘为了证明自己的推测，她竟然又拿了一块糕点当着众人的面吃了下去。女人拿起一块有毒的糕点就往嘴里塞，吓得一旁的皇上赶紧出手打掉。然而女人不仅不在意，她竟仍然坚持要吃了这块糕点。媚娘，你疯了！万一这真有毒，你就没命了。那媚娘愿意以命相赌。你这是何苦呢？何苦呢？媚娘自信地当着众人的面将手中的糕点吃了下去。3分钟过后，媚娘露出了极为得意的笑容，显然媚娘的推测是正确的。不过这着实把一旁的李治给吓得不轻。至于媚娘以命相赌的这份勇气，就连李治也是自叹不如。现在是谁在糕点里面下毒嫁祸媚娘已经很明显了，显然是那皇后在媚娘所送的糕点上面撒毒粉的时候被小翠撞见了，这才导致了小翠在被李治问话的时候那般害怕皇后。这时媚娘忽然意识到小翠会有危险了，既然李治避开皇后单独审问了小翠，那就表明李治已然对这件事有所怀疑了，而皇后也定然会杀人灭口的。正如媚娘所预料的那般，此时的皇后已经打算除掉小翠了，一旦小翠死了，那她所做的一切便死无对证了。可怜的小翠明明没有出卖皇后，却是就这么被直接灭口了，而皇后竟然就跟个没事人一样的，仿佛处死她的侍女小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般无足轻重。可就在她和萧淑妃喝着庆功酒的时候，李治却是忽然带着媚娘过来了，只可惜两人终究是来晚了一步。这件事情的目击者小翠已经被皇后给处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才还好好的，小翠她突然暴病，然后就死了。你们怎么不请御医来呢？来不及了，小翠的病来得太凶险了。你们呢？皇上息怒，臣妾现在全明白了。臣妾明白是谁下的毒了。是谁？就是小翠，一定就是小翠。小翠眼看事情败露了，所以就畏罪自杀了。小翠人都死了还要背黑锅，这也太不人道了。等众人都离开后，媚娘却是忍着悲痛给死不瞑目的小翠合上了眼。小翠是因为她而死的，现在的她或许没有办法为小翠讨回公道，可皇后和萧淑妃欠她和小翠的迟早是要还上的。这次的风波看似是媚娘输了，实则她是赢麻了，因为李治对她的宠爱要更胜以往了，而萧淑妃和皇后两人却是守活寡了。你绝对想不到高阳公主的思想到底有多么离谱，她竟让怀胎9个月的媚娘背叛自己的丈夫改嫁。我来是想告诉你，让我那个没用的皇帝把皇位让了，让给吴王克。你说什么？让皇上让位？
媚娘，我呀都替你想好了，事成之后，你可以再嫁给吴王克嘛。等他成了皇上，你就是皇后了。媚娘听完之后实在没绷住笑了。这高阳公主莫非是得失心疯了吧？她之前的确是先皇的武才人，而后才成为李治的武昭仪的。可这并不代表她媚娘是个随随便便的女人，更何况她已经快要是2个孩子的妈了。可以说她和李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了。所以她不仅拒绝了高阳公主的好意，而且还明确地表明她站在李治这边。高阳公主气得脸色铁青，正欲离开，却是突然忍住脾气询问媚娘是否会出卖她，这让媚娘又忍不住笑了起来。她和高阳的阵营又不相同，出卖一词又何从说起呢？不过念在昔日情谊的份上，媚娘还是挺了个大肚子，把高阳送到了玄武门外。从今天开始，她和高阳公主之间也就一刀两断了。她生是李治的人，死是李治的鬼，这辈子就算是死，她也不会背叛李治的。高阳公主气鼓鼓的离开之后，李治也被她的这个姐姐给气到了。好歹他也是当今的皇上，高阳这般张扬的想要策反媚娘，简直就是没把他放在眼里。更让他气愤的是，他现在的处境还真被高阳公主给说对了。现在的朝政几乎全都由他的舅舅长孙无忌把持着，而且从长孙无忌联合褚遂良奏请立陈王李忠为太子的事来看，皇后显然已经和长孙无忌这帮顾命大臣们联手了。若是他坚持立他和媚娘之间的儿子李弘为太子的话，那保不准真的会像高阳公主说的那般逼宫了。一想到这里，李治只觉得他的这个皇帝当的可算是太窝囊了。然而媚娘却是觉得这是个绝佳的机会。皇上甘心一辈子当一个傀儡皇帝吗？朕当然不甘心，可朕手里无一兵一卒，你叫朕拿什么去驯服那些桀骜不驯的狮子聪呢？要驯服这帮狮子聪，皇上的手里必须要有3样东西：铁锤、铁鞭、匕首。这3样东西，媚娘可以替皇上先拿到1样。哦，媚娘说的是司空大人李绩。李绩。媚娘的提醒让李治豁然开朗，怀胎9个多月的少妇竟然给大将军牵马，结果他还没走几步，肚子就疼得不行。媚娘，你怎么了？皇上，臣妾可能要生了。媚娘之所以冒着临盆的风险来迎接李绩，其实是为了帮李治夺取兵权。为此，他和李治来到了10里外的地方迎接，却没想到无巧不巧的赶上媚娘要生孩子了。这下媚娘可是遭了老罪了。这10里的路程对她来说就像是半个世纪一样的漫长，因为每一分每一秒她都在承受着腹中的剧痛。一旁的李治只能干着急，毕竟他也不能代替媚娘生孩子。另一边，高阳公主趁着李治不在宫里动了歪心思了，她准备联合吴王克造反，杀了把持朝政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而后再逼李治退位。皇宫内，媚娘凭着强大的意志力，终于坚持到回来生孩子了。可由于耽搁了太久，导致羊水剩的太少，结果媚娘足足生了好几个小时才成功诞下了一名小公主。这让李治喜欢的不行，因为他和媚娘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了。这第2胎他想要的正是一个女儿。可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好姐姐高阳公主正准备联合吴王克起兵谋反了。然而高阳也太小瞧长孙无忌了，他这才刚开始行动呢，长孙无忌的人便杀到他的府里把他给抓了。显然长孙无忌已经是等候多时了。让他惊喜的是，这高阳公主竟然与媚娘有所联系。这一次他非得把武媚娘给悄悄弄死在大理寺。第2天一早，他便派人来请涉及高阳公主谋反一事的媚娘去大理寺了。大理寺田捕头参见武昭仪娘娘。我犯了你们大理寺哪条律法？高阳公主来找过你，对吧？找过啊。怎么了？你参与了高阳公主的谋反案。高阳公主谋反？请娘娘跟我们到大理寺对质清楚。请娘娘走吧。媚娘知道长孙无忌是不会轻易放过她的，月子都还没做完的她便想出了一个妙招，那就是带着她的女儿一起去大理寺。我要让我的小公主见见世面，做一回她父皇的大牢。娘娘，你不能去啊！娘娘。当李治得知媚娘带着还没满月的小公主都被抓到大理寺的时候，他急得都快疯了。那么他会有办法让长孙无忌放了媚娘母女吗？他贵为皇上，却向一个臣子下跪，如此屈尊窝囊的原因，竟只是为了一个女人。舅舅，你把朕的媚娘放了吧，她真的不会谋反的。她是回不来了。为什么？为什么？她是个不吉祥的女人。不吉祥的女人，你知道吗？长孙无忌说完也不顾李治的感受，就这么直接离开了，只留下李治在原地无助的哀嚎。他可是大唐的皇上啊，没想到屈尊下跪却是没有丝毫的作用。为了尽快救出身在天牢的媚娘母女，李治只好找到了皇后。若是没有皇后的允许，大理寺的人又怎敢趁着他不在直接抓走媚娘呢？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皇后不仅没有丝毫的隐瞒是他让大理寺抓媚娘的，竟还振振有词地说媚娘的确和高阳公主谋反一案有牵连。这可把李治气得不轻，他哪还不知道皇后是公报私仇呢？现在看来，皇后不去加害媚娘就不错了。
更别提让皇后帮忙去救媚娘了。他厌恶的甩袖离开了，只留下以为赢了其实输了的皇后数着一地的鸡毛。到了媚娘被大理寺提审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慌，因为他手里抱着的可是当今皇上的小公主。若是小公主有任何闪失的话，那在场的所有人都有保护不周的罪责。被媚娘摆了这么一手，台上主审官的气势顿时就被压了下来。他问媚娘那天和高阳公主见面到底是说了些什么，没想到媚娘却是扯东扯西说了一堆废话，显然主打的就是一个你尽管问，能抓到我一句不对的地方算你赢。更离谱的是，他还当着众人的面给孩子喂奶，吓得众人纷纷转过头去不敢再问。主审官更是气得不审了。虽然媚娘用小公主躲过了一劫，可牢中的艰苦却是实打实的。然而相同的招数想要用第二遍那可就难了。第二天媚娘被审理的时候，衙役便强行抢走了媚娘手里的小公主。武媚娘，你招是不招？我本无罪，有什么可招的？来到大理寺堂，顽固不化，只有死路一条。我想大人真的应该审一审真正的罪人，是谁凌驾于皇上之上，操控朝政，杀伐异己。上刑！放开我！上刑！没了护身符的媚娘终究还是迎来了刑讯逼供。少妇还没出月子就被抢走了还没满月的女儿，而后更是对她用起了酷刑。可她非但不屈服，竟还笑了起来。你还敢笑？你们要治我一个谋逆之罪，不就是为了皇后吗？不就是为了要立太子吗？你们以为武媚娘什么都不知道？动刑！动刑！被媚娘道破心思的褚遂良恼羞成怒了。可即使他把媚娘夹到晕了过去，媚娘也没有一丝招供的迹象，这让大理寺的主审官有点害怕了。若是武媚娘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到时候李治迁怒下来，他的脑袋怕是要保不住了。可长孙无忌却是坚持要把媚娘屈打成招，否则让李治看到媚娘被他们折磨成这个样子，那到时候他可不太好交代了。于是他们便对媚娘用上了痴刑，可媚娘坚强的程度却是远超他们的预料。长孙大人，这皇上要是怪罪下来，这个女人的骨头太硬了，先收监，不能让她死啊！先把她拉下去。是。被折磨了个半死的媚娘刚被抬下去，没想到皇后却是突然来了。她一来就告诉了众人一件喜事，这也是他们此次针对武媚娘的目的，那就是李治下诏立陈王李忠为太子了。原来是李治为了尽快让长孙无忌放了媚娘母女，逼不得已的他只好立了皇后的继子李忠为太子。不过他却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让皇后去把媚娘母女完好无损的接回来。可见识过媚娘厉害的长孙无忌却是不同意了。这样一个聪明又能忍的媚娘一日不除，那他便一日不能放下心来。况且他们这次对武媚娘用了刑，若是没有媚娘的供状，那媚娘回宫之后必定会狠狠地向李治告他们的状，到时候他们的小辫子可是要被李治抓住了。皇后无奈之下也只好作罢。可李治却是觉得自己被这帮顾命大臣们耍得团团转。他知道长孙无忌他们是故意拿媚娘要挟他立李忠为太子，现在他做到了，可长孙无忌他们却是反悔了。更让他气愤的是，他的皇后也和大臣们联手对付他，而且还打着为他好的旗号。皇上要以江山社稷为重，不能为了一个女人。能让李治如此愤怒的，正是他那心心念念的吴姐姐遭难了。现在不管是前朝还是后宫，他连一个可以依仗的人都没有了。这时他想到了一个人或许可以帮他，那就是之前他和媚娘去十里长亭接回来的李绩。本来李绩是不想插手这种事的，可负责守卫玄武门的将军却是告诉他，武媚娘并没有参与高阳公主的谋反。那天在玄武门，他可是亲眼看见媚娘和高阳公主不和的，而且媚娘还发誓不会背叛李治的。这样说来，武媚娘是被冤枉的了。而长孙无忌等人却是想要将媚娘屈打成招，显然他们是冲着李治来的。那么他李绩就不得不管了。他集结了羽林军的将士向大理寺进发，为的就是要让这帮操控朝政的人知道，这大唐不是长孙无忌这些臣子们说了算的，真正的掌权人应该是大唐的皇帝李治。大理寺的人见羽林军集体为武媚娘作证，他们也只好放人了。这次媚娘能活着走出大理寺也算是万幸了。长孙无忌得知后气得不行，他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李绩会出手。要知道李绩可是军队里面的将军，而将军是不允许干预朝政的。早知道他就不搞什么刑讯逼供给武媚娘定罪了，直接一刀杀了来个死无对证就好了。现在媚娘回到了李治的身边，他再想除掉武媚娘可就难了。另一边的李治在看到媚娘手上的伤的时候，他心疼坏了。要不是李绩出手帮忙，那媚娘不知道还要在大理寺遭受怎样的折磨。一想到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李治便感觉自己特别的没用。然而媚娘并没有怪罪李治，她知道这次明面上是针对他，其实是在逼迫李治立陈王忠为太子，所以她便好好安慰了一番李治。这芊芊玉手怎么受得了那样的酷刑呢？媚娘，朕欠你的，朕该怎么还你？怎么了？
还用了痴刑。什么？混账！朕明日就把大理寺臣给宫刑了。好了，媚娘，朕对不住你。朕喜欢的是红儿，可不得已立了陈王为太子。这次媚娘的遭遇让李治下定了决心，他要把失去的皇权从长孙无忌这帮大臣们的手里夺回来。皇上也不必伤心了，都会过去的。皇上就是皇上，只要皇上能够刚强起来，下决心，就一定能像你父皇一样掌控大唐的江山。一直以来，媚娘总是在鼓励着李治，她是希望李治能像先皇那般雄才大略、杀伐果决。可李治总是无法下定决心、下起狠心，所以这次媚娘带着女儿进大理寺受苦受难，也是为了逼一逼李治。要是李治再这么软弱下去，那下次接回来的就是媚娘的尸体了。可想要改变长孙无忌一手遮天的朝堂，却是极为困难的。在处理高阳公主一党反叛的时候，长孙无忌毫不留情地宣布要把以高阳公主为首的3位公主全部赐死，就连吴王恪和荆王李元景也不能留活口。这些可都是李治的兄弟姐妹啊，竟然连问都不问他李治的意见，就这么直接以他的名义宣布了。李治本想用他皇帝的威势让长孙无忌放他的兄弟姐妹一条生路，没想到长孙无忌非但不同意，竟还说就是因为李治太过人弱的原因，所以这些人才敢造反的。可怜的李治无助地在朝堂之上哭泣着，而他的那些兄弟姐妹们却是一个个的被赐死了。这对刚下定决心想要夺回皇权的李治打击可是太大了。而媚娘的心里也有了别的想法，她觉得李治有点靠不住了。如今的她虽然贵为昭仪，而且为李治生育了一儿一女，可若是哪天突然降下大祸，只怕到时候李治是没有能力保护她和她的儿女的。一想到这里，媚娘的心底便涌出了强烈的不安。这场变故，长孙无忌借皇上的名义进行了清除异己的血淋淋的杀戮，让我清醒。皇宫、朝廷比世上任何的地方都要凶险，稍有不慎，我和儿女的脑袋就得搬家。看着摇篮里的女儿，媚娘的心里那个可怕的想法不断的膨胀。也是从这一刻开始，她无比渴望得到能掌控生杀大权的至高皇权。她只是在脸上抹了些神秘液体，没想到片刻之后就变得奇丑无比。无法接受的她更是要杀光眼前这些办事不力的奴才们，却没想到皇上在这个时候突然赶来了。皇上，你要替臣妾做主啊！都是这些贱人害了臣妾的。你闹什么鬼啊？你看你哪像一个皇后的样子！皇上，朕被你吓死了！皇上吓得头也不回地跑了，只留下皇后在原地痛苦的哀嚎。受到惊吓的李治赶紧去找他的吴姐姐寻求安慰。现在朝堂和后宫都搞得他很是心烦，只有在媚娘这里他才能体会到做皇帝的快乐。如今的他根本无法撼动长孙无忌那帮老臣，不过媚娘倒是给他出了个主意，那就是先拿皇后开刀，只要找到机会把皇后给扳倒了，那不仅能给长孙无忌那帮老臣们一个下马威，更是可以树立李治这个皇帝的威慑力。朕早就想废了他，立你为皇后。那帮老臣是皇后的后台，皇后扳倒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总有一天，皇上会成为一个说一不二的皇上。好，朕跟你有言在先，将来朕的江山，也就是媚娘你的江山。此时的皇后并不知道李治已经有废了她的想法，她还在想办法获得李治的恩宠呢。她的舅舅建议她向最受宠的武媚娘取经，要是能和媚娘搞好关系，再学个一招办事的，说不准李治就会回心转意的。可无巧不巧的是，皇后来找媚娘的时候，媚娘刚好不在，于是皇后便在小公主的摇篮前等着媚娘回来。然而她看到熟睡的小公主，却是不由得嫉妒了起来。什么时候她才能和李治有这么可爱的孩子？虽然她很讨厌武媚娘，可她却是没有坏到对一个无辜的孩子下手。只是离开的时候，她怕小公主着凉，将门窗给关上了，而且还贴心给小公主盖好了被子。本来她这是好意的，可坏就坏在她让宫女不许打扰熟睡的小公主，结果火炉在密闭的空间里产生了大量的一氧化碳，这便让小公主煤气中毒了。等到媚娘回去听说皇后来过之后，她的心里便涌出了强烈的不安。她慌张地跑到房间里，却是已经发现她的孩子不省人事了。啊，小公主，醒醒啊你！公主嘴唇发白了啊！怎么回事？这是公主的嘴唇发白了。冬梅，是去把太医叫来，其他人守住宫门，谁都不许进来。快去啊！是。不要吓我，不要吓皇娘啊！醒醒，醒醒啊！此时的小公主虽然昏迷不醒，可却还有抢救的机会。然而媚娘思虑一番之后，竟决定亲手捂死她的亲生骨肉。恶毒的女人竟捂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为的就是可以当上母仪天下的皇后。对不起啊，孩子，你要是不死，娘明天就会让他们害死。到那个时候，你也会死的。娘不会让你白死的，娘会给你报仇。媚娘之所以如此狠心到对自己的孩子下手，
其实是皇后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皇后不懂关上门窗的火炉会让人一氧化碳中毒，结果媚娘回来之后便看到了自己的女儿呼吸困难了。本来她掐人中已经将自己的女儿弄醒了，只需要等太医过来就可以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她想到了当初进感业寺被迫剃度出家的场景，若是不尽快扳倒皇后以及皇后身后的长孙无忌，那她的下场绝对会比进感业寺更惨。而后宫的争斗往往就是你死我活，所以她决定用她女儿的命赌上一把，赌赢了她就有可能将皇后取而代之。一旦她成了皇后，那她帮助李治从长孙无忌那帮老臣手里夺回朝政大权便指日可待了。等李治赶来之后，却是发现媚娘已经悲伤过度晕倒在地了。醒来之后，媚娘就向李治不断的道歉，她没有照顾好他们的女儿。要知道他们的小公主还是不满100月的婴儿啊，没想到连名字都没有取好就离开了人世。愤怒的李治询问宫女是谁害死了小公主，却是得知最大的嫌疑人就是皇后。朕明白了，是皇后害死了我们的女儿。皇后？不会吧？皇后怎么会这么狠心呢？是她，肯定是她！悲愤交加的李治找到皇后之后便是一顿痛骂，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的皇后自然是满口否认是她害死了小公主。结果李治直接给她来了个大发。真没有想到你的心肠这么歹毒。皇上，真的不是臣妾干的。皇上，你想想，臣妾是一个皇后，为什么要去杀一个昭仪的女儿呢？她又不是皇子。虽然皇后说的挺有道理的，可这并不能让她洗脱嫌疑。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李治便和众位大臣们商量着如何处置皇后。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老臣一听便知道其中大有门道。一番了解之后，长孙无忌几乎肯定就是武媚娘杀的小公主了。武昭仪，你这一招自认为高明，你不惜杀害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祸于皇后。你以为你稳操胜券了吗？不，你碰上了老臣，你完了。被戳破心思的媚娘慌了，那么等待她的将会是什么呢？你回来后把你身边的人打发走，你一个人抱着小公主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武昭仪，你这一段时间做了什么？媚娘支支吾吾的模样足以说明了她的异常。显然在小公主遇害的这段时间里，媚娘定然做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再加上皇后并没有杀害小公主的动机，而且皇后就算是再蠢，那她也不至于进入小公主的房间公然行凶，这不就等于是告诉众人她皇后就是谋害小公主的真凶了吗？反倒是媚娘这个昭仪一旦成功嫁祸皇后的话，那就可以成为后宫之中权势最大的女人了，到时皇后的位置也就是板上钉钉了。此时的李治虽然嘴上说着他不相信媚娘会做出这等残害骨肉之事，可他的声音却是越来越微弱了，因为他心里明白长孙无忌所说的是更贴切事实的真相的。一旁的长孙无忌见到李治的反应很是满意，于是他便代为宣旨赐死武媚娘。这下媚娘可算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巨大的打击更是让他当场昏了过去。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却是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冷宫之中了，而在他面前的赫然是一条向他索命的白绫。此时的媚娘无比的懊悔，她不仅输了自己的前程和性命，还赔上了她那没满100天的女儿。不多时，公公端来了一碗毒药，说是李治送的。皇上格外恩典，赐娘娘服毒自尽。皇上是不是觉得我做个吊死鬼太难看了？皇上说昭仪娘娘爱美，此毒服后可保昭仪娘娘面色不改，且艳若桃花。还是皇上最了解媚娘的心意。媚娘笑哭了，她都还没招认呢，李治就已经相信长孙无忌所说的一切了。另一边的李治正在感慨着媚娘的心狠手辣，却是没由来的感觉呼吸困难，头晕目眩。公公一看正在冒烟的火炉，便明白是窗户关得太久了，是叹气太重了。奴才这就把窗子打开。等等，你刚才说什么？奴才说叹气太重了，把窗子开开透透气儿。叹气太重了，朕明白了。明白了，朕找到杀害小公主的凶手。既然虎毒不食子，你下不了手，我武媚娘就下得了手吗？为什么武媚娘可以当女皇帝？这个视频会给你答案。那捂死自己的亲生女儿，想要嫁祸给皇后，面对睿智的大臣们，他没有表露出丝毫的胆怯，反倒是对皇后咬牙切齿的恨。
仿佛真正杀害他女儿的凶手不是他自己，而是眼前的皇后。可皇后只是粗心的将被子盖住了小公主的脸，而后又将窗户给关上了而已。可以说这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小公主的死因，这最多只是会让小公主煤气中毒陷入暂时的昏迷而已。若是救治的及时，那便可以活了。所以萧淑妃可以肯定杀害小公主的真正凶手就是武媚娘，就连长孙无忌也觉得是媚娘下的死手。面对这必死的局面，武媚娘非但不慌，她竟还找到了强有力的反驳点。她让萧淑妃把自己的儿女带上来活活闷死，这顿时就遭到了萧淑妃的强烈斥责。虎毒还不食子呢，她一个母亲如何能对自己的儿女下得了手呢？然而就是这么一句虎毒不食子，却是恰恰成为了媚娘洗脱自身嫌疑的证词。再配上她那铿锵有力的语气和愤恨的神情，萧淑妃被震得沉默了。许多大臣也陷入了矛盾之中，而李治更是信了。毕竟媚娘的愤恨坚定和皇后那自责内疚的神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人不得不相信皇后才是害死小公主的凶手。接下来皇后畏罪主动向李治求情，更是让他一败涂地。要不是长孙无忌等一众老臣给他撑腰，只怕是他这个皇后早已被李治废了拉出去砍了。此时的媚娘已经算是成功了一半了，因为她已经成功的将矛盾转移到了李治和群臣之间了。就在李治和群臣僵持之际，媚娘的一招以退为进，却是让她赢得了一切。皇后娘娘不曾生养，不懂养儿育女之道，她把被子盖在小公主的脸上，也许是因为无知，请皇上不要怪罪皇后娘娘。媚娘，你这是在替皇后说话吗？臣妾心里哀痛，死的毕竟是臣妾的亲生女儿，可是人死不能复活，皇上因此废去皇后，扰乱后宫安定，危及社稷，所以臣妾替皇后娘娘向皇上求情。媚娘为皇后求情的这番操作可是把众人惊呆了，许多大臣更是生出了投靠之心，这也为武媚娘取代李唐江山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然而这一切的代价却是媚娘永远失去了她的亲生女儿。李治不断地安慰着媚娘不要太难过，大不了再生一个便是了，却不知媚娘心里承受的是怎样的折磨，可她却是无法表露出来。媚娘这次宽恕皇后的气魄让李治很是佩服，为此他做了一个无比惊人的决定，那就是他要与媚娘一起治理大唐的江山。媚娘闻言并未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因为她为皇后开脱是不得已的。现在的她和李治根本不是长孙无忌那帮老臣的对手，今天她确实是隐忍和退步了，可一旦时机到来，她必将加倍的奉还给皇后和长孙无忌。女儿啊，娘对不起你，娘拿你的命来赌，还是没有赌赢，但是娘不后悔，把你父皇的心全都赢过来了，娘会永远记得你，孩子。在女儿的墓前，媚娘发誓定要将大唐的江山全都赢回来。她不仅仅是要和李治一起治理大唐的江山，而是要成为那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另一边，皇后无能地发泄着自己的情绪，她的无心之举却是让她一败涂地。虽说如今的她还是皇后，可她却是跟个寡妇没多大的区别了。现在李治的心已经完完全全在武媚娘的身上了，靠着李治的专宠，媚娘很快便又怀上了。她迫不及待地找到了正在上早朝的李治，而后将这件喜事告诉了李治，这可把李治高兴坏了。他让媚娘再给他生个小公主，作为答谢，他要给媚娘很大的赏赐。朕封你为皇后。好啊你，连红儿都忘了。哦，对了，还有红儿，朕封红儿为太子。几个月后，萧淑妃又找到了皇后，他俩都知道若是媚娘生下这个孩子会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决定再次联手和武媚娘斗上一斗。我看姐姐好像很喜欢这个，那就送给姐姐吧。这颗直径18厘米的玻璃球可不简单，它可是武媚娘一直珍藏的夜明珠。如今的媚娘已经怀有身孕好几个月了，她之所以割爱将这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送给她的姐姐，为的就是希望她姐姐帮她顾宠。说白了就是她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侍奉皇上李治，若是皇后和萧淑妃趁着这段时间重获圣宠，那她之前的努力可就白费了。更何况萧淑妃和皇后已经再次联手准备对付武媚娘了。他俩先是故意在宫中散播传言，说是小公主就是武媚娘亲手害死的。或许李治刚听到不会信，可传言这种东西听多了总是会怀疑的。一旦怀疑的种子成功的种下了，那么他们只要再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去处罚，到时候李治和武媚娘之间必然会生出裂隙。正如萧淑妃和皇后所预料的那般，随着宫中的传言愈演愈烈，李治虽然嘴上没说，可他的心里却是有了一些猜测。而媚娘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只是如今的她怀有身孕，实在是有心无力，所以她便用价值连城的夜明珠请动她的姐姐出马了。可媚娘不知道的是，她姐姐并不是看在夜明珠的份上才愿意出手帮忙的，而是守寡多年的姐姐确实对李治动了心。临近媚娘生产之际，宫中的传言非但没有平息，竟反倒是越加的夸张了。皇上，
奴才听他们说，昭仪娘娘这回又要把自己的孩子害死了，因为她是狐狸精，专门吃自己的孩子，这真是荒唐。可宫里头都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奴才听了心里也发毛。这一定又是皇后在造谣。奴才听说是淑妃娘娘她什么？她也参与此事？不胜其烦的李治决定找萧淑妃问个明白，却没想到萧淑妃早已沐浴好了，等候多时了。本来还怒气冲冲的李治见到出狱的美人，顿时没了脾气。毕竟媚娘怀孕以来，他可是很久没有碰过别的妃子了。再加上萧淑妃主动投怀送抱，憋了许久的李治终究还是顺从了自己的好兄弟。皇上，武昭仪又要生了，臣妾知道皇上一定会寂寞的，就让臣妾来侍奉皇上吧。淑妃，你这句话朕听得还顺耳。皇上，留下吧。李治嘿嘿一笑，而后和萧淑妃聊了整整一晚上。那么媚娘又该怎样让她的姐姐重新夺回圣宠呢？我已经守寡很多年了，那朕要好好爱你。风韵犹存的小寡妇在对的时间遇上了李治，可这一切却是寡妇的妹妹武媚娘精心安排的。媚娘怀有身孕，无法侍奉李治，这让憋了许久的李治终究还是没能忍得住去找其他嫔妃，而他找的恰好又是媚娘的死对头萧淑妃，这让媚娘很是伤心。当初的事言犹在耳边，可如今的现实却是啪啪打脸。媚娘，想什么想得这么出神？媚娘有些伤心啊。媚娘觉得皇上好像忘记了自己的事业。媚娘记得皇上说过，这辈子只爱媚娘，只宠媚娘一个人。媚娘，不是这样的，朕昨夜是要去问淑妃一件事情，结果就被淑妃留下来了。媚娘自嘲的一笑，她只不过是李治三宫六院中的一名妃子罢了，她又有何权利让李治只宠她一个呢？不过为了肚子里那位出世的孩子，媚娘终究还是请求李治不要忘了曾经的誓言。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了，她不想重蹈覆辙失去第二个。虽然李治答应了，可媚娘的心中却是明白，她必须想办法夺回圣宠，而能帮助她的只有她的亲姐姐韩国夫人。为此，她故意制造了让李治与韩国夫人独处的机会。温柔而又贤淑的韩国夫人顿时就引起了李治最原始的兴趣，只是碍于和媚娘之间的誓言，再加上韩国夫人又是媚娘的亲姐姐，所以李治并不好直接下手。可得不到的往往就越是想要得到，李治的内心总是渴望着与韩国夫人发生点什么。就在他心中烦乱的时候，韩国夫人又刚好出现了，而且韩国夫人还告诉他媚娘正在午睡，并且话里话外还透露出她有好东西要给李治品尝。一时间李治愣在了原地，经验老道的公公更是没忍住偷笑了起来。既然人家都已经送上门来了，那岂能有拒之门外的道理呢？李治终究还是将韩国夫人带回了寝宫，可让他意外的是，他还没说什么呢，韩国夫人便已经迫不及待了。奴家第一次看到皇上就喜欢上皇上了。皇上，你就别再苦自己了，奴家都替皇上心疼啊。可是媚娘她……别提他，现在就我跟皇上两个人。你身上有的，媚娘身上没有。朕喜欢你的温婉贤淑。韩国夫人如愿的和李治在一起了，可她并不是为了帮她的妹妹，而是为了她自己。怀胎10个月的少妇不听劝阻，坚持外出，结果半路上她的羊水就破了，迫不得已的她只能在附近的村子里生孩子，却没想到遇上了难产。孩子是横着的，生不出来，只能保一个，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这道要命的选择题可把韩国夫人给难住了。而媚娘之所以冒着如此大的风险要跑出来，其实是李治带着皇后要去昭陵举行祭祀大典，而媚娘又怎能坐视皇后夺宠不管呢？所以她明知道此行会冒着极大的风险，可她还是坚持要去昭陵找李治。可一路的颠簸就是正常人也受不了的，更何况还是即将临盆的孕妇呢？结果他们还没赶到昭陵，媚娘的羊水就破了。不得不说，这个孩子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在这荒郊野外的生孩子可就麻烦大了。不得已之下，媚娘只好找了个农舍生孩子了。由于走得匆忙，他们并未携带女太医，而媚娘现在的情况显然是撑不到女太医赶来了，所以她只能让村里的接生婆试一试了。对于媚娘这种已经生过2个孩子的女人来说，这第3胎本不会太难生的，可坏就坏在媚娘的这个孩子不是头先出来的，也就是难产了。以接生婆的能力，这种情况大人和小孩她只能保一个了。若是之前的韩国夫人，她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保住媚娘的。可她一想到前不久她和李治在一起的欢乐场景，她便开始犹豫了。一旦媚娘死于难产，那她变成了媚娘那些孩子最亲密的人了。于是她决定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除掉她的妹妹，这样她便可以取而代之了。抱皇子吧。好，老生抱皇子。姐姐要杀我，我没有，好狠心啊！我真的没有，我妹妹，姐
姐是怕皇上哀痛啊。皇上要是没了皇子，姐姐没办法跟皇上交代啊。聪明的媚娘又怎会看不穿她姐姐的那点小心思呢？亲姐姐的被刺让本就在承受着分娩之痛的媚娘很是心寒，她明白现在能帮她的只有她自己了，于是她一脚踢翻了准备给她接生的产婆，而后拿起了桌上那把准备剪脐带的剪刀。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媚娘自己生，使不得的，这不行的。出去，妹妹，出去！大约过了30分钟，宫里的女医官终于赶来了。可等他们赶到房里的时候，却是意外地发现媚娘已经顺利产下了一名8斤8两的小皇子。此时媚娘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她手里那把带血的剪刀也随之滑落。难以想象刚才的媚娘究竟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她的姐姐也被如此可怕的妹妹给吓到了。她知道她刚才的选择已经破坏了两姐妹之间的信任，换句话说就是两人因此而产生了隔阂。到了昭陵之后，李治对媚娘给她生的这第2个儿子喜欢的不行，为此他更是当着群臣的面给孩子取名为李贤。当时皇后和长孙无忌的脸色很是难看，要不是媚娘前来搅和，说不准皇后就可以趁着这个机会与李治重修于好了。现在不但他们的计划破产了，李治对媚娘的宠爱怕是要更甚以往了。自此之后的皇后便开始了无止境的守活寡日子，这样的日子过上1-2个月倒也没什么，可时间久了她就受不了了，好歹她也是皇后啊，这天天看着武媚娘受宠的日子也太过煎熬了。我要叫皇上过来，哪怕看我一眼呢。娘娘，皇上不会来了。凭什么呀？就凭他武昭仪像母鸡一样会下蛋吗？他倒是真是会生啊，儿子、女儿、儿子，这几年时间他就生了一连串。可惜呀，他的女儿让他自己给弄死了。皇后娘娘，您还不明白吗？自从武昭仪进了宫，皇上所添的子嗣都是他一个人的。那他就娶武昭仪一个好了，还要3宫6院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太监看着无能狂怒的皇后不敢多言，抛开事实不谈，难道皇后你就没有一点错吗？而接下来的皇后为了能见到皇上，她竟然疯狂到要把这里全烧了。这个皇后到底有多疯狂？为了见到皇上，她竟然玩起了自焚。如果皇上今日来看我，我就是死了也值了，我就是死了也值了。此时的皇后就像个疯子，为了见到李治，她已然失去了理智。她神神叨叨的模样可把太监急坏了。等皇上得知赶来的时候，却是发现皇后的寝宫虽然着火了，可皇后却是没有丝毫的损伤。本来他还是准备上前慰问一番的，可当他得知这把火是皇后放的，而且为的就是能见到他的时候，他恨不得立刻马上废了这个不可理喻的疯子皇后。可一想到长孙无忌那帮老臣的时候，他只能憋了一肚子的火离开了。皇后这次可真的太作了，换句话说就是在破罐子破摔了。媚娘得知后心中暗爽不已，不过现在并不是废了皇后的好时机，对她来说对付皇后简直是手到擒来的事。可支持皇后的那群老臣却是个大麻烦，尤其是那聪明过人的长孙无忌。若是他能获得长孙无忌的支持的话，那他武媚娘将皇后取而代之可就简单了。所以媚娘不断的劝说李治去求长孙无忌，可李治却是觉得有点屈尊了。不行不行，朕是皇上，哪有皇上求臣子的道理？可长孙大人，你是皇上的亲舅舅啊。在舅舅眼里，朕连这个皇上都是他扶起来的，唯有朕听他的。大丈夫能屈能伸，就是让他骂一顿，皇上也得忍着。可朕不想受这羞辱。那媚娘陪皇上一块儿去，就算是受羞辱，媚娘陪着皇上一起。媚娘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李治也只好答应了。于是他俩带上了10车金银财宝去拜访长孙无忌，这可以说是莫大的殊荣了。自李治登基以来，就没有一个臣子受到过这样的恩惠。这一行媚娘是信心满满，是要拿下长孙无忌了。刚一见面，李治和媚娘就以晚辈的身份向长孙无忌下跪了。在看到他俩眉开眼笑的时候，长孙无忌便明白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了。接下来太监汇报礼单内容的时候，更是证明了他心中的猜想。长孙大人，皇上和昭仪娘娘赐给长孙大人10车金银宝器，绫罗绸缎。谢皇上，谢昭仪娘娘。舅舅啊，媚娘以前不懂事，惹舅舅您不高兴了。今日媚娘是来给舅舅请罪的，媚娘给舅舅磕头了。媚娘这次算是给足了长孙无忌的面子了。可他长孙无忌若是这么好收买的话，那先皇临终之前就不会把他任命为顾命大臣了。那么媚娘和李治被长孙无忌拒绝之后，他们又该用怎样的方式让媚娘成为皇后呢？
价值好几个亿的玉观音被媚娘送给了长孙无忌，而且还附赠了10大车的金银财宝。这要是拿去花的话，怕是几辈子都花不完了。可长孙无忌非但不买账，他竟还对着干。朕说让你不要去吧，你不听，非得拿着热脸去替人家冷屁股，自取其辱啊！媚娘不会忘了今天的耻辱的。这一次的失败让媚娘不再心存幻想，若有机会除掉长孙无忌的话，那她定然不会心慈手软的。不过直接对付这油盐不进软硬不吃的长孙无忌还是颇为棘手的。倒是对付长孙无忌所支持的皇后不是太难，这种连为了见皇上把自己的寝宫都烧了的蠢货，只要有人稍加推波助澜，那必然会干出比这更离谱的蠢事。正如媚娘所预料的那般，这萧淑妃明面上是和皇后一直联手对付武媚娘的，可她的心里却是想着让皇后和武媚娘斗得两败俱伤，到时她便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她先是故意激起皇后对武媚娘的仇恨，而后说她有一个办法可以悄无声息地除掉武媚娘，那就是用宫中严令禁止的压圣之术。我娘家人认识一个道士，会压圣之术，咒谁谁死，十分灵验。不行啊，这压圣之术是宫中禁止的，要是让皇上知道了，那可不得了啊！实话跟你说了吧，现在我们跟武昭仪，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不豁出去，你就等着武昭仪当皇后吧。萧淑妃的话让皇后心动了，若是她不出手的话，那她这皇后的位置早晚就是武媚娘的了，所以她便答应了萧淑妃再拼一把。不久之后，萧淑妃将会压圣之术的道士带进了宫里，可他俩不知道的是，媚娘早已经派人盯紧他俩的一举一动了。虽然媚娘不知道皇后和萧淑妃具体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可直觉告诉她定然不是什么好事。于是她让人把皇后身边的侍女紫燕带了过来，而后赏赐了一只价值不菲的玉镯。这紫燕倒也是个聪明人，她当即就表示愿意效忠媚娘了。毕竟如今的媚娘可是李治的专宠，明眼人都知道媚娘早晚都会将皇后取而代之的。而媚娘在得知皇后在和萧淑妃用压圣之术对付她的时候，她便明白她要等的机会来了。他俩只是拿着18厘米的银针戳着玩偶小人，没想到媚娘的胸口就离奇地传来了阵阵剧痛。她强忍着疼痛找到了李治。你这是怎么了？媚娘是遭人暗算了。谁？皇后跟淑妃在宫里大行压圣之术，要诅咒媚娘啊！有这等事？李治一听那还了得，这压圣之术可是宫中严令禁止的，关心媚娘会受到伤害的他当即就要去找萧淑妃和皇后理论一番，却没注意到媚娘其实是伪装的。等到李治赶到的时候，他果然发现萧淑妃和皇后在和一帮道士鬼鬼祟祟的。让媚娘气愤的是，皇后和萧淑妃诅咒的并不只是她一个，就连她的2个儿子也没有放过。可还没等她向李治请求重罚皇后和萧淑妃呢，这萧淑妃居然把脏水全都泼到了皇后的身上了。媚娘虽然知道萧淑妃定然也脱不了干系，可她并没有深究，因为她的主要目标是皇后。在媚娘的不断撺掇之下，李治终于下定决心要废后了。而这第一步就是要树立皇威，否则废后定然会遭到长孙无忌等大臣们的反对，到时又会像之前那般不了了之了。至于这次开刀的目标就是皇后的亲舅舅柳丞相，只要这次能把柳丞相顺理成章的贬出去，那他们的这一仗就算是打赢了。第二天早朝的时候，李治故意提出要废了使用压圣之术的皇后，果不其然，长孙无忌就带着群臣上来反对。他说皇后虽然失德，可皇后毕竟是先帝临终前亲自任命的，若是要废后的话，那就得先问问先帝是否同意。其他大臣闻言也纷纷附和。显然李治今天是根本不可能废后了，其实他的心里也明白会是这样的结局。然而他和媚娘这次的目标可不是废后，而是废了皇后的舅舅柳丞相，所以他故意让步不废皇后，可却是要把管教无方的柳丞相贬到外地去。柳大人现在准备怎么办？皇后做出这种事来，要不是长孙大人你撑着她，只怕这个皇后已经废掉了。柳大人，我保皇后乃是阻止武昭仪的野心，保我大唐社稷江山。皇后是保住了，但臣的官帽保不住啊。柳大人，长孙大人，你不要再说了，我主意已定，会让皇上满意的。这下长孙无忌也不好说什么了。这第一仗媚娘和李治虽然是打赢了，可很快他们就在长孙无忌的手上吃了个大亏。叫什么？陈妃。陈妃。媚娘的野心初步展露了，本是昭仪的她想要更进一步成为4妃之外的陈妃。这个陈字的寓意可不得了，意思是那颗最闪亮的北极星。如今的李治对媚娘那可是宠爱至极，这样的要求他自然不会拒绝。可第二天早朝他提出要封媚娘为陈妃的时候，却是遭到了褚遂良等一众大臣的反对。可让他意外的是，这次并不是所有的大臣都统一战线反对他了，这李义府就站出来支持他了。然而李义府话才说了一半就被长孙无忌给喝退了。不仅如此，
长孙无忌还直接弹劾了李义府，俨然就是告诉李治这朝堂还是他长孙无忌的一言堂。李治虽然心中气愤，可除了李义府之外并没有其他大臣帮他，所以他只能按照长孙无忌的意思去办。媚娘得知后并不介意李治没能成功把他封为臣妃，这次李义府能不为长孙无忌的强权跳出来支持李治，这代表着他们之前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只要他们能把李义府这个人用好，那么其他忠于李治的大臣也定然会站出来的。他就不相信整个皇城里面支持李治的人会比支持长孙无忌的人少。于是当天晚上，李治就把李义府悄悄地召进了宫里。这李义府可是个见风使舵的小人，如今的他算是把长孙无忌得罪狠了，所以他当即表示愿意为李治和媚娘肝脑涂地，而且他还力荐要把媚娘立为皇后。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李义府的表现让媚娘很是满意。皇上，昭仪娘娘无论是学识品德还是胸襟气度，都堪称后宫楷模。如果立昭仪娘娘为皇后的话，那将是大唐社稷的福气呀。李大人也是文采风流，人中之杰啊，只不过被压制太久，难以施展，他日必大有作为。娘娘有用得着微臣的地方，微臣甘愿赴汤蹈火。李大人的话皇上听见了吧？何不即刻就让李大人官升一级？这就提升李大人为中书侍郎。微臣谢皇上，谢娘娘隆恩。李义府就这样成为了媚娘和李治对付长孙无忌的利剑，这让长孙无忌明白这媚娘是要和他决一死战了。而李义府也知道单单凭他一个人是无法与长孙无忌抗衡的，于是他四处去笼络那些诸如许敬宗的寒门士族。我等出身卑微，在朝廷上受尽了长孙无忌等人的欺负，没有出头之日啊。现在好了，我等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我们一起请奏皇上，立昭仪娘娘为皇后，替皇上和娘娘立上一功，打败长孙无忌，打败褚遂良，打败这帮把持朝纲的家伙。杀了这个老贼！放肆！朝堂之上，何来女人干政？这是媚娘和长孙无忌在朝堂之上的初次较量，而媚娘之所以做出这样离谱的举动，其实是因为她想当皇后。昨天夜里的时候，她已经让李义府去联合其他寒门士族了。像李义府和许敬宗这样的寒门出生的士族，可是等了很久这样的机会了。他们一直受到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门阀压制，若是他们能在朝堂之上帮助李治立媚娘为后的话，那可是大功一件了。到时长孙无忌这些老臣们一旦倒台，那他们升官发财的机会可就来了。媚娘期盼了许久，就是为了等待与长孙无忌决战的这一天。为此，她更是提出了要与李治一起上早朝。等到早朝的时候，李义府按照计划奏请要立武媚娘为后，许多寒门出身的大臣纷纷响应。显然，这朝堂不再是长孙无忌的一言堂了。老狐狸长孙无忌见此情形，并未率先站出来反对，反倒是耿直的褚遂良当起了出头鸟。他也不顾及什么李治的面子，就这么当着众人的面说媚娘是先帝的女人，当个昭仪也就算了，若是成为皇后的话，那可就不一样了。毕竟皇后可是要母仪天下的，一个先帝的女人又如何能成为天下妇女的典范呢？当时的李治就被气得不行，可更让他愤怒的是，这褚遂良竟然来了个以命相见，眼看李治就无法镇住局面了，媚娘实在没忍住从幕后出来了。胆敢在天子面前流血，此乃大不敬！杀了这个老贼！放肆！朝堂之上，何来女人干政？来人呐，把褚遂良拖下去！皇上，不可立武士为后啊！皇上，有了媚娘在身边，李治破天荒地硬气了起来。古宫大臣褚遂良就这么被他废了，无奈的长孙无忌只好带着他的那帮老臣罢官威胁李治了。偌大的朝堂顿时就剩下李义府那帮人了，这让李治打起了退堂鼓。倘若没有长孙无忌那帮老臣帮他治理大唐，那他这个皇上还怎么当得下去？媚娘啊，朕为你已经算是尽力了。皇上，朕把宰相们得罪个精光，这以后还怎么治理国家呀？那皇上就听褚遂良的吧，在天下名门闺秀当中选一位皇上喜欢的皇后。媚娘向皇上告辞了。不，媚娘，你要干什么？回感业寺啊，那才是媚娘该去的地方。媚娘和长孙无忌都逼起了李治，那么李治又该如何抉择呢？看着李治那犹豫不决的模样，媚娘就气不打一处来。堂堂的皇帝居然被一帮老臣牵着鼻子走，但凡李治强势一点，
那长孙无忌那帮老臣也不至于敢用罢官来要挟了呀。他好言相劝并没有丝毫的作用，于是他便用回感业寺当尼姑来逼着李治做决定了。不得不说这一招真的很管用，李治可不想再一次的失去他的吴姐姐了。这时媚娘忽然想到了李绩，这李绩可是统帅天下军马的司空大人，只要李绩支持李治，那就凭长孙无忌这帮老臣再怎么闹腾，这天下也不会乱的。被媚娘这么一提醒，李治便意识到和长孙无忌较量的关键点就是李绩了。于是他带着媚娘亲自去拜访称病的李绩。聪明的媚娘一眼便看破了李绩是不想介入今天的朝堂之争才故意称病的。可让媚娘意外的是，这李绩竟然毫不迟疑地支持李治立媚娘为后，因为他也看不惯长孙无忌这帮老臣用罢官这种方式要挟皇帝。有了李绩的支持，李治便再无顾忌地拟好了立媚娘为后的诏书。宫里刚刚传来消息，司空大人已经表态了，说册立皇后的事，这是皇家自己的事，不需要问别人，皇上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司空大人一语中的啊！军队不乱，天下岂能会乱？第二天一早，媚娘再次来到了屏风后面听政。这李绩只用一句话便堵住了长孙无忌等人的嘴，那就是皇上废后立后是家务事，又何必去过问外人的意思呢？难不成李治宠幸或是册立哪个妃子都需要经过大臣们的同意吗？一时间，长孙无忌等人被对得哑口无言，倒不是他们不想反驳，只是掌管天下兵马的李绩站队李治了。他们再继续闹下去，非但无济于事，惹毛了李治，那就是死路一条了。于是立媚娘为后的诏书顺利的被宣读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立武昭仪为皇后。对，立武昭仪为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这也代表着只要经过册封大典之后，媚娘便成为真正的皇后了。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媚娘居然向李治提出了一个极为夸张的条件。她打开纯金打造的盒子，里面装着的竟然是皇后的印绶。从这一刻开始，她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皇后。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这可是皇上才能享受的待遇。而媚娘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因为她要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她武媚娘的这个皇后是堂堂正正的大唐皇后。或许李治好欺负，可她武媚娘绝不是好惹的。不得不说，媚娘的这一招很是高明。长孙无忌这帮老臣得知后才明白这武媚娘有多么的可怕。若是他们敢抗旨不去的话，那武媚娘必然趁着这个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若是他们去了，那等于是承认他们败了。思前想后之下，他们还是决定在封后大典上朝拜武媚娘，毕竟自己的小命还是重要的。而且统领天下兵马的李绩支持立武媚娘为后，他们再怎么反对也是无济于事。至于萧淑妃和王皇后可就惨了，他俩联手对付媚娘也不是对手，两人也再无翻身的可能。封后大典开始之后，媚娘在李治的携手下，在文武百官的注目下缓缓地登上了最高处。当百官们向她朝拜的时候，媚娘这才体会到了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美妙滋味，这种滋味让她沉醉。可长孙无忌他们却是无奈了，他们之前处处针对武媚娘，现在武媚娘不动他们，或许只是享受这种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快意，等哪一天玩腻了，或许就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吞掉，到时怕是骨头渣子都不会剩。更糟糕的是，李治现在是完全站在武媚娘那边的，所以他们能做的只能是静观其变了。二位大人也不必丧气，虽然现在这个武媚娘正位中宫，可是也要看看能不能让朝中大臣和天下百姓都幸福。所以二位万万不可冲动啊！我们要静观其变，看看他们下一步到底要干什么。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媚娘成为皇后之后，武氏一族也纷纷被封赏了。不瞒皇上说，老身是有2个儿子，这是媚娘同父异母的2个哥哥，一个叫武元庆，一个叫武元爽。武元庆和武元爽都封为4品官吧。皇上真是大方啊，一开口就封个4品官。谢皇上隆恩。老身还有2个侄子，一个叫武维良，一个叫武怀远。行，他们2个一块提升，都封为4品官吧。真是多谢皇上恩典。这本该是媚娘扩充朝中势力的好机会，可不久之后，媚娘的举动却是让李治不能理解。你绝对想不到，武媚娘成为皇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拿自己的哥哥们开刀。媚娘的2个哥哥，皇上刚刚给他们提了官，可是媚娘左思右想，觉得不妥，事已上本，请皇上将他们贬往边远之地任职。
媚娘的请求让李治颇为的不解，历朝历代的皇后哪个不是使劲提拔自己亲戚的？毕竟自己的兄弟能在朝堂之上拥有高位，那媚娘这个皇后也能获益匪浅。媚娘笑了笑，她告诉李治，这是为了防止外戚干政再次上演。如今的她只想做个好皇后。不得不说，媚娘这招以退为进实属高明。想当年王氏做了皇后的时候，那她可是让李治对她一大家子大加封赏，她的舅舅更是被封为了丞相。和媚娘一比，李治算是明白什么才叫贤后了。第二天早朝的时候，李治宣布媚娘的决定时，长孙无忌愈加觉得这武媚娘深不可测了。这样一来，媚娘虽然牺牲了自己娘家人的利益，可得到的却是李治的心。朝堂之上也是一片称赞媚娘的贤明。散朝之后，李治更是对媚娘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媚娘拿自己兄弟开刀的举措不仅起到典范的作用，更是堵住了长孙无忌那帮老臣的嘴。他李治自打成为皇帝之后，就没有一次像今天这般扬眉吐气的。不过这也让他意识到媚娘的能力要远远超过他这个皇帝。今日他能真正掌握住皇权，也离不开媚娘的全力相助。为了不辜负媚娘的全心全意，李治做出了一个无比重要的决定：以后朝政上有什么事，你就替朕做主吧。皇上是让媚娘一同辅政吗？朕欣赏你的才干和能力，而且朕最放心你。只有媚娘对朕是全心全意的。媚娘听皇上的，以后朝中的奏折，媚娘先替皇上批阅，这样可以替皇上分忧解难。此时媚娘的心里已然乐开了花，她所做的一切为的可就是这个。一个小小的皇后又怎能满足得了她呢？她要的可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只是李治看不透她的心思，并不代表长孙无忌也看不出来。只是现在李治已经完全被武媚娘给迷惑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到媚娘夺走皇权的时候，那便是他出手的时候了。守寡多年的小寡妇正在化妆，却是发现有个鬼鬼祟祟的男人正在偷看她。当她看清来人正是她妹夫的时候，她便再也按捺不住自己了。奴家想死皇上了。朕也想你，朕最近烦闷得很。那奴家替皇上解解闷儿。说完，韩国夫人就把李治拉到了床边。相比较媚娘的强势来说，李治更喜欢韩国夫人的温婉大方。好歹他也是皇上，总不能后宫佳丽3000，他只宠媚娘一个吧。大约过了1个小时，吃饱喝足的李治走在长廊上，却是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喊他。他驻足侧耳聆听，发现这竟然是萧淑妃和王皇后的声音。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更何况还是陪他许久的萧淑妃和王皇后呢？可就在他想要看看的时候，旁边的公公却是劝他不要去，万一被武媚娘知道了，那可就麻烦大了。可李治却是坚持要去看看。当萧淑妃和王皇后看到李治真的来了的时候，他们甚至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就连手中饭碗打碎了也浑然不知。我不是在做梦，真的是皇上来了。皇后，皇上，皇上！看着破败不堪的房间，甚至还有比猫还大的老鼠，李治的心中便有种说不出的难受。要不是今天他鼓起勇气来了，那怕是萧淑妃和王皇后到死也见不到他了。好歹这2人也是他宠幸过的妃子啊，媚娘这么做也太过分了。此时的媚娘并不知道李治的所作所为，她正在批阅着奏章。也不知过了多久，媚娘终于是想起了李治了。德官，奴才在。皇上呢？奴才听说皇上先是去了韩国夫人的寝宫，又去看红儿和贤儿了，现在还在那儿吗？皇上这会儿早就不在了，大概是可能回甘露殿了。你去看看，别让他在宫里四处乱逛。是。德官来到冷宫之后，发现了李治和萧淑妃2人待在一起，他便知道大事不妙了。此时的李治并不知道他的行为将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在萧淑妃和王皇后的不断哭诉之下，他已然决定要给2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虽然这么做很可能会触怒媚娘，可他就是要告诉所有人，这宫里还是他李治说了算。女人得知自己的丈夫背叛了她，可她只是轻蔑地笑了笑，她非但没有阻止，反而是默认了丈夫的行为。这皇宫里面只能有一个皇后，皇上的心软，他做错事我不怪他，可你要做错事，我可就要怪你了。奴才愿替皇后娘娘效力。不是要去请寿太医吗？去吧。此时的刘公公虽然不知道媚娘为什么做，可不敢得罪媚娘的他也只好照办了。不久之前，他陪着李治去见了萧淑妃和王皇后。李治可是答应要把冷宫之中的萧淑妃和王皇后带出去的，可他又怕媚娘发现会怪他。思来想去之下，他只好让太子李忠代替他去多陪陪萧淑妃和王皇后。岂料李忠怕因帮助王皇后而得罪了武媚娘，他竟然表示他准备向李治请奏不当这个太子了。毕竟武媚娘可是有2个亲生儿子，他就是再傻也知道他这个太子被废那是早晚的事了。皇娘，钟儿无能，钟儿不想在宫里争个高低，只想当个小民。
你不当太子了，皇娘还有什么希望呢？皇娘待在这个冷宫里，为的就是你当太子能给皇娘一个出头之日啊！李忠的懦弱让王皇后失望透顶，她是指望不上李忠这个大孝子的。而李忠之所以会这么做，其实是他的老师上官大人安排的。毕竟武媚娘为了掌权，连自己的兄弟都拿来开刀。俗话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王皇后倒台之后，李忠这个太子的位置怕是坐不了多久了，搞得不好甚至还有性命之忧。所以李忠非但不能帮助王皇后，而且他还需要主动向李治请辞太子。李治得知后对李忠的行为很是欣慰，这样一个懂事的好儿子，他又怎会忍心废了呢？另一边的萧淑妃和王皇后又在想办法对付武媚娘了。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得稳固李忠的太子之位。如今的他们被困冷宫，只能对御医使点手段了。于是等到御医来给王皇后看病的时候，萧淑妃便故意装作胸口疼。太医，快帮我揉一揉。卑职不敢，我心卑职不敢呀！哎呦，你好大的胆子！你连我的身子也敢碰！你这是……我可是皇上的女人啊！完全搞不懂状况的太医吓得跪地喊冤，却是没注意到王皇后和萧淑妃脸上阴谋得逞的奸笑。那么他俩会让这太医做什么呢？受太医真是比窦娥还冤，明明是萧淑妃故意害他的，却变成他主动调戏了。只是唯一的目击者王皇后和萧淑妃是一伙的，他就算是有100张嘴也解释不清了。无奈之下，他只好答应帮王皇后和萧淑妃对付武媚娘了。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被门外的公公给听到了。本来媚娘是懒得理会萧淑妃和王皇后这2个手下败将的，却没想到萧淑妃和王皇后让受太医害的人是他儿子李弘。当时媚娘的脸色就变得很是恐怖。既然萧淑妃和王皇后这么不安分，那她不介意好好安排一番，让这2人永远消停。当天晚上，媚娘就故意把李弘的被子给掀了，而后又把窗户给打开了，只有让她的儿子李弘生病，受太医才方便下手。第2天一早，被冻了一夜的李弘果然生病了。红儿，怎么样啊？红儿只觉得浑身酸痛，一直在咳嗽，而且烧得很厉害，都是我不好。昨天夜里没再过来看看，早上来的时候窗户是开着的。红儿别怕啊，太医一会儿就来了。在媚娘的安排下，受太医很快便来为李弘诊治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媚娘并没有当场戳破受太医。启禀皇后娘娘，代王应是风寒所致的热症，微臣这便为代王开方煎药。那就有劳受太医了。等到煎药的时候，这受太医果然鬼鬼祟祟的。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在媚娘的计划之中，似是像上次那般用自己女儿的命来做赌注一般。这次的媚娘再一次用了她儿子的李弘，她明知道汤药里面被掺了毒，可她却是装作不知情一般，让李弘把汤药全都喝了。结果可想而知，李弘喝了药之后便昏迷不醒了。红儿怎么了？红儿喝了药，病越发的严重了。是哪位太医诊治的？受太医诊治的。禀皇上，代王殿下是中毒了。什么？中毒？怎么会中毒呢？不得不说，媚娘能成为皇后还是有原因的。单单她的演技和狠劲就不是一般人能学得来的。接下来的受太医在看到她藏起来的毒药药渣的时候，他便只好老实交代了。是谁的主意？谁要谋害代王殿下？卑职不敢说。拖下去，五马分尸。是皇上饶命啊！是废皇后废淑妃，是他们逼着卑职干的呀！皇上谋害皇子可是杀头的大罪，却没想到李治仅仅只是罚了20大板，这可让媚娘很不满意。要知道先皇李世民那可是杀伐果决的，然而李治作为君王却是没有一颗刚硬的心。若是李治继续这么人弱下去的话，那媚娘付出那么多的努力可就白费了。要知道她可是搭上了她女儿的命，这一次又差点失去了她儿子李弘。恨铁不成钢的媚娘实在是没忍住，把李治骂了一顿，而且还说得极为的难听。李治虽然听着很不爽，可他不得不承认媚娘说的一点也没错。就这么后宫的几个女人他都治不住，那他如何治得了长孙无忌那帮大臣？更别提去治理天下了。至于武媚娘的这个皇后可是刚册立不久的，若是王皇后和萧淑妃这次被李治赦免了死罪，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必然会想办法重新扶持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到时候这帮老臣势必又会像以前那般把持朝政。如果皇上就此罢休，媚娘预料不出半月，朝廷又会波澜再起，又是一场腥风血雨。皇上，媚娘累了，皇上难道不累吗？朕也累了。先帝的皇子皇孙还在，保不准儿他们知道现在的皇上如此软弱，他们也会密谋废了皇上，另立皇上。如果长孙无忌狠下心来，大唐各地将举起反对皇上的旗帜，到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
媚娘的一番言论可是把李治吓到了。过惯了皇帝日子的他又怎能甘愿被废呢？所以他当即宣召了许敬宗进宫商议。他问许敬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既保住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命，又能让长孙无忌那帮老臣支持他不要反他。可许敬宗哪会给李治出这种主意呢？他可是武媚娘的亲信啊，所以他给李治的建议就是杀了以儆效尤。无奈之下，李治只好同意了让许敬宗去处死王皇后和萧淑妃了。可怜的王皇后和萧淑妃刚来了20大板，这回又要被下旨处死了。王皇后自知难逃一死，倒是坦然面对了。可萧淑妃却是不甘心，她诅咒着武媚娘与子女们都不得善终。敢诅咒武皇后？放开！许敬宗，你这个糟狗！我先咬死你，再来咬死武媚娘！贱人！萧淑妃的嘴炮彻底激怒了许敬宗。女人正在享受着花瓣浴，却是忽然觉得手上沾满了血。可无论她如何使劲的揉搓，又或是用花瓣用力的擦洗，她就是摆脱不了那种双手沾满罪孽的感觉。而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错觉，其实是因为她虐杀了自己的2个对手。皇上下旨将他们处死，没有叫你把他们变成人质。臣以为这是娘娘您的意思呀，杀鸡儆猴。看来是许大人误会我的意思了。你这样把他们变成人质，朝野上下都会认为是我指使你干的。你的自作主张，把我变成了一个狠毒残忍的女人，知道吗？好心办坏事的许敬宗很是惶恐，他这么做也是为了用这种残忍的方式震慑长孙无忌那帮人。若是给萧淑妃和王皇后来的痛快的死法，那是根本镇不住长孙无忌这帮老臣的。媚娘一听也觉得挺有道理的，况且木已成舟，不管她愿不愿意，都已经无法改变萧淑妃和王皇后的结局了。只是她在洗澡的时候会时常想起她这双沾满罪孽的手。现在的她已然成为了对自己人狠对敌人更狠的人了。然而对于李治来说，这样的事实却是太过残忍了。好歹萧淑妃和王皇后都跟了他那么久，萧淑妃更是给他生了3个儿女，却没想到没能够得到善终。带着万般愧疚的心，李治来到萧淑妃给他留的3个儿女身旁，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失去母亲的3个孩子在李治的怀里放声的哭泣着，只有在父亲的怀里，他们那颗恐惧的心才能得到稍许的安慰。可媚娘又怎会轻易放过他们呢？斩草需要除根的道理她还是懂的，在这宫里面对他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若是让萧淑妃的子女们长大了，那保不准就会找她报仇的。雍王肃节，等他们长大了，会不想要我的命吗？到那个时候，我的下场比人质还惨。娘娘，你别吓住奴才。所以啊，要想保住自己的脑袋，就得永远把生杀大权握在自己的手里。传我的懿旨，将萧氏的2个宝贝女儿给送到冷宫里去，就让他们一辈子在那里待着吧。那雍王殿下呢？雍王殿下以前是皇上最喜欢的儿子，暂且放他一马，等我的红儿当了太子以后再处置吧。媚娘并没有过问李治的意见，就这么直接处置了萧淑妃的3个儿女，这让李治觉得媚娘实在是太狠了。他不明白掌握皇权就非得这么狠毒吗？韩国夫人也不知道怎么去开解李治了。一个皇帝若是不能杀伐决断，那又怎能当皇帝呢？不过李治越是反感媚娘，就越是对他有利。皇上不是怕了皇后娘娘了吧？不要提她，不要提她，朕只想好好的和你在一起。好，那我们就安安静静的在一起。说好的安安静静，没想到韩国夫人竟然不讲武德的把李治放倒。一只巨大的黑猫向武媚娘索命，当时的媚娘就被吓得亚麻呆住了。你是谁？我是你淑妃娘娘，是你淑妃娘娘，你要生来养我。媚娘从噩梦中惊醒，她那一惊一乍的行为让身旁的李治很是不解。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媚娘，怎么就被吓成了这副模样？媚娘告诉李治，她梦到一只大黑猫向她索命，而且这只猫还是萧淑妃幻化的。得知缘由的李治非但不安慰媚娘，他竟反倒说是媚娘的锅。媚娘，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赐死的圣旨是你下的，你后悔了？把账全都算到媚娘头上，你还是不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君王？好了好了，睡吧啊！李治极为敷衍的态度让媚娘很是失望。她最需要依靠的时候，没想到李治竟然是这么的靠不住。自打他安排许敬宗上奏改立太子之后，宫里便发生诸多的怪事。先是他养的鹦鹉被黑猫咬死了，
后世宫里的宫女说是撞见鬼了，搞得宫里人心惶惶的。既然萧淑妃死后变成猫向她武媚娘索命，那她就把宫里的猫全杀了。宫里没了猫，她倒要看看这萧淑妃是怎么化成猫在宫里作祟的。一时间，宫里不管大猫小猫还是黑猫白猫全都被灭杀了。可奇怪的是，宫里闹鬼非但没有得到平息，竟反倒是越来越凶了。这下媚娘就是在傻，她也知道是有人故意扮鬼吓她了。于是这天晚上，她故意安排人手埋伏在宫里，等那只所谓的鬼出现之后，她便带人将其抓起来了。你个狼心狗肺的武媚娘，你太歹毒了！你打死了王皇后，打死了萧淑妃，我是替他们来索你的命的。搞了半天，原来是太子李忠的生母刘氏在作祟。不过媚娘可不相信刘氏是为了帮王皇后和萧淑妃报仇来搞弄的，她反倒是觉得刘氏是为了保住李忠的太子之位才这么做的。的确如媚娘所想的那般，自打许敬宗在朝堂之上奏请改立太子，太子的老师便劝刘氏尽快让李忠去请辞太子之位，否则怕是有性命之忧。当时刘氏便下定决心用他的命去和武媚娘拼了，只可惜他还是斗不过武媚娘。算你狠，武媚娘，你没有好下场。你比我狠多了，平时低声下气的像个奴婢，原来是磨刀霍霍。你这般装神弄鬼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武媚娘。那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我不会杀你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儿子不会再在东宫。他告诉刘氏，他要让刘氏的儿子李忠失去太子之位，而后亲眼看着他的儿子李弘取而代之。至于刘氏，则是会被关在冷宫之中，与李忠永世不得相见。这让刘氏顿时生无可恋了，无法承受的他更是一刀了结他自己。临死之前，他也像萧淑妃那般诅咒了武媚娘，接二连三的人死于媚娘之手。这让李治越加的反感媚娘了，他仿佛觉得这宫里真正主人是媚娘而不是他了。可媚娘非但没有罢手，他反倒急切的要废了李忠的太子，让李弘取而代之了。看着媚娘离去的背影，李治只觉得她无比的陌生，曾经那个温柔善良的媚娘再也不复存在了。可悲哀的是，媚娘为了她的儿子李弘做了这么多，可李弘却是觉得媚娘做的太狠绝了。由于她一直是他姨娘韩国夫人带的，所以相比较媚娘而言，他更觉得温柔贤淑的韩国夫人像他的亲妈了。红儿一直在想，母后是不是红儿的亲母后？红儿，你马上就要当太子了，将来你一定要做一个像你先皇爷爷一样的明君，好吗？红儿听娘的，娘对红儿最好了。这李弘可真是个大孝子啊！到了夜里的时候，睡不着的媚娘冲着漆黑的四周大吼大叫，她觉得她可以用这种方式震慑住萧淑妃、王皇后还有刘氏向她索命，却不知她就跟鬼上身一般的疯癫之举让李治嫌弃的不行，这哪还有半点皇后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从冷宫里跑出来的疯子呢。倒是媚娘的姐姐韩国夫人越加的让她着迷了。朕现在只想跟你在一起，跟你在一起，朕就什么都不想了。可就在他俩准备深入交流一番的时候，媚娘却是突然来到了这里，还没进门，她就听到了李治的声音。她不敢置信地推开窗户，朕保证，以后有他的一份，就有你的一份。奴家什么都不要，只求皇上给一个名分。朕会给你一个名分。真的？皇上说话算数。这是皇上说话，当然算数了。那奴家也要给皇上生个皇子，快来吧！来吧！亲姐姐和丈夫的双重背叛让媚娘心痛万分。她没想到，她只是在外面打了个野，竟然就这么被亲姐姐偷了家。妻子意外地发现丈夫和她的亲姐姐待在一起，那露骨的话语和亲密的动作让她秒懂了。亲姐姐加上丈夫的双重背叛，让她痛彻心扉。可她并没有冲进去来个捉奸成双，反倒是轻轻地关上了门窗，选择了默默离开。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敢在我眼皮子底下勾引皇上，还是我亲姐姐吗？娘娘，你受委屈了。我什么委屈都可以忍受，但是我绝对受不了我的亲人背叛我。这时的媚娘忽然想到，她的姐姐在她难产的时候选择了保皇子，这说明她姐姐早已经有了杀她的想法了，只是她人狠命大才活了下来。可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她姐姐和李治之间早就已经有了非同寻常的关系了。亏她和萧淑妃、王皇后这些人斗了这么久，搞了半天却是连家都被偷了。奸人！娘娘，走开！你们所有的人都巴不得我死，是不是？不是的，所有的人都巴不得我死。总有一天，我把你们全杀光，全杀光！媚娘癫狂的模样可把侍女们吓坏了，他们从未见过媚娘如此失态的模样。自此之后的媚娘便整日待在佛堂里不出来。她才刚坐上皇后的位置没多久，这个时候她必须要忍常人所不能忍。
可他的举动却让李治很是心虚，毕竟他和媚娘的姐姐韩国夫人是偷偷摸摸见不得光的，而媚娘如此反常的举动却是让他怀疑他干的好事被媚娘知道了，可他又不敢问，要是问了不等于是不打自招吗？心绪烦乱的李治对韩国夫人也没了兴趣，而且他更是刻意的保持着跟韩国夫人的距离，这让韩国夫人有种被耍了的感觉。不过昨天的李治还和他热火朝天的，才过了一晚就对他避之不及，这让他也猜测或许是因为媚娘的原因。另一边的太子李忠很害怕媚娘会像杀了他母亲刘氏一般对他下手，为此他找到了长孙无忌帮忙想办法。太子不保，社稷必生变乱。哎呀，上官大人，你就不要再说了，不是保太子之位的问题，而是如何保太子之命的问题呀。废皇后废淑妃是怎么死的？那个刘娘娘又是怎么死的？你们想过没有？这个武皇后能善罢甘休吗？长孙无忌的话算是点醒了太子的老师上官大人了。以武媚娘心狠手辣的一贯风格来看，李忠被武媚娘害死那就是早晚的事了。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李忠亲自去辞掉太子之位，这样或许还能保住一命。那么媚娘会念在李忠之躯的份上饶其一命呢，还是会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呢？她明明可以捉奸成双，却选择了忍常人所不能忍，因为她为的不仅仅是丈夫对她坚贞不渝，而是她这个皇后的位置可以稳固，而是她的儿子可以当上太子。红儿啊，明天你父皇就要封你为太子了，红儿长大以后是要做皇上的。那李忠皇兄他不做太子了，他去哪儿呢？李忠皇兄当梁王去了。媚娘期盼许久的太子之位终于到手了。不久之前，李忠为了保住性命，主动请辞了太子之位。当时的媚娘便明白李忠的那位太子是上官仪不简单，她本来的打算是直接杀了李忠以绝后患的。现在李忠的做法倒是让她难以下手了。至于她亲姐姐背叛她的事，现在并不是算账的时候，她是不会允许任何意外影响到她儿子李弘成为太子的。送别李忠离去前往封地之时，媚娘主动向李治说了几句上官仪的好话，为的是通过今日的提拔之举，便于他日后收了上官仪为己用。不久之后，李弘毫无悬念地被册封了为太子，这是媚娘的又一个胜利。她的胜利看似得来的很容易，其实是她忍受了许多常人所不能忍的事换来的。接下来就轮到解决长孙无忌那帮老臣了。首先被贬的就是褚遂良了，而李义府则是被提拔成为了中书令。了解武媚娘狠辣风格的李义府和许敬宗哪还不明白呢？于是他们搜集或是捏造了许多褚遂良谋反的罪证，而后还把韩苑和来济也拖下了水。这是许敬宗弹劾韩苑、来济、褚遂良的奏折。谋反？他们有那么大的胆子吗？朕看这许敬宗也太危言耸听了吧。可媚娘倒觉得许敬宗言之凿凿，绝无虚词啊。按谋反罪是要处死的呀。皇上又心软了。皇上是怎么答应媚娘的？你说你要刚强起来的。好，明日早朝，朕将韩苑、来济、褚遂良一并处置。媚娘的忍耐再一次的得来了回报，毕竟偷吃的李治心虚啊，像这些事他也就顺从了媚娘了。朝堂上的长孙无忌竭力想要让李治收回成命，可幕后的媚娘却是走了出来。敢问长孙大人，您还要什么证据？许大人在奏折里写的不明白吗？褚遂良所在的贵州是什么地方？乃是历朝历代的用武之地。褚遂良何许人也？贵州都督，总管贵州所有的军事，手里总该有几支军马了。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今的朝堂已然不是长孙无忌能够左右的。有了李治和李义府这些人的支持，褚遂良三人被贬已然成了定局。朝中老臣这下可就只剩长孙无忌一人了。老头取出一根又粗又长的金针，说是用它往脑袋上面扎几针就可以缓解皇上的头疼病。如此冒险的举动顿时引来了大臣们的质疑。什么？你用这根针刺皇上的脑袋？你这不明明是要害死皇上吗？非也非也，这脑袋上是有穴位的。老中医真是有苦说不出。不久之前李治的风疾发作了，不同于之前的是这次严重了许多。太医看完之后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像以往那般喝汤药保守的方式来缓解。可这些年来李治喝汤药都快喝吐了也不见好，反倒是愈加的严重了，所以他可不觉得喝药就能治得好他这顽固的风疾。无奈之下，太医只好举荐了一位名叫崔贺一的民间奇人。据说这位奇人非常擅长医治风疾，在江湖上有着不小的名气。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崔贺一很快便被召进了宫里。可让媚娘和李治意外的是，这崔贺一竟然要用金针刺入脑门的方式来治疗李治的风疾。这种闻所未闻的方式让李治根本无法接受。贵为皇上的他可不愿意拿自己的命来开玩笑，然而媚娘却是觉得可以试试。
说不准这金针之法能奏效呢。只是李治现在的抵触情绪过高，不管他如何的劝说，李治就是不愿意尝试。另一边的长孙无忌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觉得这定然是武媚娘想把李治给害死。一旦李治死了，那武媚娘的儿子李弘便可以顺理成章的成为新皇，到时候大唐的江山可就全部落入了武媚娘的手中了。为了阻止武媚娘的恶毒计划，第二天早朝的时候，长孙无忌便将这件事公诸于众了。他觉得太医院的那些御医都没办法治好李治的风疾，那这个所谓的江湖奇人更不可能有办法，显然是别有用心。长孙大人的意思是？皇上，老臣以为这个江湖郎中不是给皇上治病的，而是用妖术来谋害皇上。什么？老臣恳请皇上好好的想一想，这是一个阴谋。那个崔贺一还说要用金针扎进朕的脑门，朕也觉得纳闷。什么？人的脑门怎么可用金针刺入？这分明就是加害皇上，皇上不可不查呀！被上官仪和长孙无忌这么一说，李治也不禁怀疑了这崔贺一是来谋害他的。而崔贺一拿出的那根又粗又长的金针，更是差点把他吓尿了。这一针若是捅进了他的脑袋瓜子，那要说没事他是不信的。一旦崔贺一谋害皇上的罪名成立，那么武媚娘可就要背锅了。眼看崔贺一就要以谋害皇上的罪名被拉下去砍头的时候，媚娘忽然闯进了朝堂。一旦崔贺一真的被杀了，那李治的风疾或许就没人能有办法治了。而且长孙无忌这帮老臣必然会说他就是那谋害皇上的幕后之人。是我同意崔老先生给皇上治病，也同意崔老先生用金针扎皇上脑门的穴位。皇后娘娘，难道是你想害皇上？夫妻连心，我武媚娘为什么要害自己的丈夫？在我武媚娘眼里，皇上的生命比我武媚娘的生命重要的多。对于武媚娘主动背锅的行为，长孙无忌可是颇为的意外。现在只要把崔贺一给杀了，那武媚娘就是有两张嘴也说不清了。意识到上当的媚娘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她让李治相信她一次。这些年来，她和李治风风雨雨的都过来了。若是这次李治在医治的过程中有任何闪失的话，那她武媚娘也绝不苟活。媚娘动情的话语打动了李治，身为妻子的媚娘都不怕死，那她这个丈夫又有什么理由退缩呢？况且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她已经受够了，倒不如冒死赌一把。长孙无忌见状并未强行阻拦，他巴不得李治被这金针戳死了，到时武媚娘也会因谋害皇上而被定罪。在众人的瞩目之中，崔贺一拿着金针缓缓地刺入了李治的脑门。大约过了5分钟，李治惊奇地发现他的头也不疼了，眼也不花了。朕的头不疼了，媚娘，朕看清楚你了，朕的眼睛好了，朕的眼睛好了。怎么会有这等事？皇上吉祥，吾皇万岁！万岁！万岁！都看见了吧？是皇后把朕的病给治好了。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媚娘这次可是赢麻了，毕竟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人支持让崔贺一给李治治病的，唯独他有这份和李治同生共死的胆魄。所以重获新生的李治当即宣布让媚娘和他一同听政，这也代表媚娘打破了后宫不得干政的铁律。接下来就是媚娘对付长孙无忌的时候。满朝的文武大臣中，能让本后亲自来看御的，也就韦大人你一个。本后给你一个机会，你知道该怎么做了。手掌大权的媚娘开始报复长孙无忌了。当年的她要不是嘴硬扛住了严刑拷打，只怕她就要被长孙无忌屈打成招给弄死了。如今的她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揉捏的武媚娘了，而是可以垂帘听政批阅奏折的武皇后了。可要对付身为开国功臣的国舅爷长孙无忌，寻常的手段是不可能奏效的。所以媚娘便想到一个狠招，她先是对结交朋党的韦继芳严刑拷打。公红的烙铁让韦继芳明白心狠手辣的武媚娘是不会放过她的，更何况一旦她招供与长孙无忌一起谋反，那事成之后武媚娘必然是要杀人灭口的。既然如此，那他又何必帮助武媚娘陷害忠良呢？所以韦继芳至死也没有诬陷长孙无忌，可这恰恰是武媚娘想要的结果。毕竟李治又不是傻子，光凭一纸供词就定长孙无忌谋反治罪，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可若是给长孙无忌来个捧杀，那效果可就比诬陷要高明许多了。许敬宗告诉李治，当初高阳公主和驸马房一案谋反一案就是长孙无忌的手笔，当时被牵连的吴王克等诸多皇子公主可都是被长孙无忌给杀了，就连武媚娘也差点死在了长孙无忌的手里。由此可见长孙无忌手段是有多么的可怕。再加上长孙无忌曾经帮助先帝谋取天下，之后更是当了几十年的宰相，这样的人一旦谋反，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有了前面的这些铺垫，再加上这次韦继芳宁死也不愿招供长孙无忌有谋反之举，这让李治相信这其中定然有猫腻了。
毕竟这为季方结交朋党意图不轨可是坐实了，一个有着不轨之心的乱臣贼子又怎会拼死保护忠良呢？而武媚娘最高明的地方可不止于此，她在最关键的时候并不是对长孙无忌落井下石，而是故意替长孙无忌说好话。长孙大人是皇上的亲舅舅，且有恩于皇上，如果就这样将长孙大人处死，天下人会说皇上无情无义。媚娘，真没想到这个时候你还能替舅舅说话。我武媚娘可不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只要能替皇上和大唐的江山社稷着想，媚娘受点委屈不算什么。在武媚娘的这番操作下，长孙无忌就是没罪也变得有罪了。李治为了以绝后患，更是剥夺了长孙无忌所有的官职，流放黔州。然而流放并不是媚娘计划的终点，她要的是杀了长孙无忌，给他女儿偿命。人啊，有的时候还是早死一点好，当然啦，死在该死的时候最好。究竟是经历了什么，长孙无忌对死才有了这般的理解？他本是当今皇上的舅舅，又是先皇临终前任命的顾命大臣，却没想到没能斗得过心狠手辣的武媚娘。结果他不仅被剥夺了所有官职，而且还被流放去了黔州。然而武媚娘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很快武媚娘的人便带着圣旨来找他了。圣旨上说的是他涉嫌和梁王李忠勾结，需要带回京审问一番。其实长孙无忌心里清楚是武媚娘想让他死，毕竟当初的他可是多次想置武媚娘于死地的，只可惜他终究是有所顾忌，没能下得了死手。先帝啊，老臣这一生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杀死那个武媚娘，如今却被她逼死了。先帝啊，老臣对不起你呀！喝完杯中的这杯酒，长孙无忌便自缢在了房间里，一代权臣就这么落幕了。曾经的一个个对手都死在了媚娘的手里，可媚娘并没有丝毫复仇的快意，她反倒是感到愧疚和感激，因为今天的胜利都是用她女儿的命换来的。接着媚娘来到了她女儿的墓前，当初她女儿死的时候都还没来得及取名字，现在她追谥为四公主。几个孩子之中，她对四公主是最为思念的，现在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四公主能够再做一遍她的女儿，那她一定会将过去对四公主的遗憾和愧疚千倍百倍的补偿回来。接下来的日子里，没了长孙无忌的日子再也没有以前的那般纷扰了。媚娘一直和李治过着属于他俩的二人世界，可这样的日子过久了是会闹出人命的。不久之后的媚娘不出所料地产下了一名女婴，这名女婴被李治封为了太平公主。媚娘以为这是四公主又回来了，所以她对太平公主那可是格外的宠爱。几年之后，媚娘和李治的3个儿女长大了，而他们却是变老了。可媚娘不知道的是，她最大的敌人其实是她的亲姐姐。我听宫里的人说，你就是我亲娘，是不是真的？你亲娘是皇后娘娘。可我不喜欢母后，你怎么不是我亲娘呢？男人一把抱住了守寡多年的大姨子，大姨子顿时就露出了心领神会的笑容。皇上，你是太寂寞了。是啊，李治已经许久没有和媚娘的姐姐在一起了。前段时间他一直和媚娘在洛阳行宫过着二人世界，他过着有事媚娘干，没事和媚娘玩耍的逍遥日子。可这样的日子过久也是会腻的，所以他以想念儿子李弘为由和媚娘提出回长安了。此时的媚娘并不知道李治的真实想法，毕竟让太子一个人在长安监国他也不放心。可媚娘不知道的是，李弘从小到大在他姐姐韩国夫人身边长大，现在已经被韩国夫人教导的极为讨厌媚娘这个亲娘了。李弘甚至觉得他的亲生母亲不是媚娘，而是他的姨娘韩国夫人。她是皇后，怎么能跟父皇平起平坐？你母后是治国之才，连你父皇都让她3分，这就是我最不喜欢她的地方。红儿，你现在是太子，将来天下就是你的，你要等着这一天呢。我听宫里的人说，你就是我亲娘，是不是真的？你亲娘是皇后娘娘。可我不喜欢母后，我总觉得跟她亲不起来。李弘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那他又怎会和亲妈武媚娘亲起来呢？等李治和武媚娘返回长安之后，媚娘对于李弘的变化甚至感到陌生。说起来也惭愧，她这个做亲娘的就没跟她的儿子李弘好好相处。见媚娘批阅奏折忙得不可开交，李治便偷偷地溜去见韩国夫人了。多日不见，两人自然是要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深入交流一番。大约过了2个小时，媚娘的奏折仍然没有批完，可这个时候她的儿子李弘却是突然来了。李弘可不是来看望他母后的，而是实在看不惯一个皇后干着皇上的事。红儿得罪母后了，红儿认为父皇乃一国之君，母后这样做岂非让人笑话？住嘴！母后，恕红儿直言，红儿也是为母后好啊。没想到红儿也来指责自己的母亲，我寄这么大的期望于你，
没想到你根本就不如你的父皇。媚娘实在没想到她的儿子居然也向她的敌人来指责她。李红能有今天的地位，那可都是她拼了命才换来的。而李治对于媚娘代替他宣布指令的事虽然惊讶，可他却是没有丝毫的犹豫，就站在了媚娘这边。当初若不是媚娘帮他，或许他早就被风疾给折磨死了。为了证明他相信媚娘的决断，他甚至让人搬了一把龙椅让媚娘坐在了他的身边。殊不知就是这么个举动，却是让李红和他母亲武媚娘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了。武媚娘竟然跟皇上并称二圣平起平坐，满朝的文武大臣都跪下高呼万岁，可有一人却是站出来反对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皇上和皇后的亲生儿子。母后，红儿请你下来。红儿，你太不懂事了，母后这应该好好的教训你一顿。红儿，你不让你母后坐这龙椅，那朕也不坐了。父皇，红儿该死。红儿，红儿并没有别的企图啊。红儿，他是你父皇，我是你母后，你看看这个家，你让母后怎么办？这个家，皇上的家，就是大唐的江山。母后，你让红儿怎么办呢？李红说完就这么不打招呼的走了，搞得媚娘和李治很是尴尬。看着李红离去的背影，媚娘这个母亲只觉得无比的陌生。她以为朝里的劲敌早已被她给除尽了，却没想到她亲生儿子站在了她的对立面。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更可怕的变故还在后面呢。回去之后的李红大发雷霆，更是质问着她的姨娘韩国夫人，现在的武媚娘究竟是不是她的亲妈？明明她的父皇还年轻能干，而且她这个太子也可以担当大人，什么时候轮得到一个后宫的女人明目张胆的插手正事了？看着李红和武媚娘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了这样的地步，韩国夫人的心中便爽得不行。这下她亲妹妹的儿子就是她的。红儿，别瞎想了，你还有娘啊，娘会疼你的，娘不会离开你的。娘，我有时不禁在想，我为什么是太子啊？娘，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你不是你母后生的，会是谁生的？你，我是你，就是你，宫里人都这么说。可你真的不是娘生的。不，你就是我亲娘，我就是你亲儿子。他俩不知道的是，武媚娘已然派人在窗外听到了一切，而韩国夫人在这个时候却是觉得一阵恶心，显然是她怀了李治的孩子。媚娘得知之后，终于明白为什么她的儿子李红会这般敌视她。她的这个好姐姐看来是又不安分了。接下来的日子里，韩国夫人和李治私会的次数越加的频繁了。李治对于韩国夫人怀了龙种的事很是心虚，要是被媚娘知道，那可就麻烦了。好在现在韩国夫人才怀孕没多久，她还有时间想办法处理这件事。可她不知道的是，媚娘对他俩的事可是清楚得很。现在韩国夫人越加的不安分了，她最爱的两个男人，也就是丈夫和儿子，都被她亲姐姐给夺走了。我姐姐的手段可真厉害啊，不仅迷惑了皇上，连红儿也把她当作最亲。我必须得把皇上和红儿夺回来，不然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有这么严重吗？我算是明白了，君王的爱是最靠不住。媚娘已然决定出手了，韩国夫人和李治风流快活的日子就快要到头了。李治沉迷于大姨子无法自拔，更离谱的是大姨子还怀了他的孩子。奴家已经怀了皇上的龙种了。真的吗？那当然了。朕又有皇子了。皇上也害怕。朕怕什么呀？朕是皇上啊！你放心，朕会告诉媚娘的。等你肚子大起来了，生米烧成了熟饭，谅他也不会怎么样。有皇上替奴家做主，奴家就心满意足了。韩国夫人娇羞地躺在李治的怀里，这一天她等的实在是太久了。她也要学她的妹妹武媚娘给李治多生几个孩子。然而他俩的这一切早已被媚娘知晓了。媚娘不禁感慨着，君王的爱真是一点都靠不住。只是像她这样的后宫女人，尤其她还是皇后，一旦她失了宠的话，那她就离死不太远了。更何况她的儿子李红还被她姐姐给迷惑了，现在距离她姐姐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得沉住气，好好想想办法，重新夺回圣宠。另一边得宠的韩国夫人也开始有别的想法了，她是想把她那15岁的女儿给接到宫里来，一方面她可以多一个贴心的帮手，另一方面她也不必再承受骨肉分离的痛苦。而她的这个女儿随了她前夫的姓，名叫贺兰芈月。此时的李治和韩国夫人并不知道贺兰芈月的到来究竟会掀起怎样的波澜。深夜的时候，媚娘独自在外面痛声地哭泣着，她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独守空房的滋味了。德官劝她想开点，毕竟李治是皇上，这3宫6院的那么多妃子，总得有那么几天临幸别人的吧。媚娘惨然一笑，这难受的不是李治宠幸了别人，而是宠幸了他的姐姐。不久之后，15岁的芈月被接到了宫里。初次见面，李治就被这个青春动人的芈月吸引了，就连武媚娘也忍不住称赞了起来。奴婢见过皇上，皇上吉祥。哎呀，真是个美人胚子，出落的跟花骨朵似的，皇上你说是吧？
此时李治的注意力已经完全都在芈月的身上了。刚才武媚娘说什么，他是一句也没听着。看着青春活泼的芈月，李治就想起了初次见到媚娘时的场景。当时的媚娘是多么的可爱啊，却没想到长成了这副错样。皇上这是怎么了？芈月在问你吉祥呢。朕刚才眼睛有点花，这一见芈月啊，还以为看见了年轻时的媚娘呢。皇上，我真的跟皇后娘娘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吗？像，真是太像了。那么李治会对他的外甥女贺兰芈月下手吗？是啊，芈月真的长得跟皇后娘娘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这一见芈月啊，还以为看见了年轻时的媚娘呢。李治如此夸张的反应搞得媚娘很是尴尬。到了吃饭的时候，李治和芈月的母亲那眉来眼去的模样，更是让媚娘觉得她是多余的。不过当时的媚娘并没有说什么，她知道她必须忍。作为过来人的她又怎会看不出来李治和她姐姐之间有猫腻？而且李治还对他的外甥女芈月动了歪心思呢。这样一来，他对付他姐姐可就难了。抛开他姐姐肚子里的孽种不谈，就是芈月这个可怕的对手，也是让他感到非常的棘手。如今的他又怎能比得过15岁的年轻小姑娘呢？回去之后，芈月的母亲韩国夫人总是干呕。你一定是得病了，我去请医过来看看。哎，不要，娘没病，娘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一吃东西就吐，还说没病，我这就告诉姨娘去。哎，芈月，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能让姨娘知道。为什么？韩国夫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向她女儿解释。不过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让她的妹妹武媚娘知道，要不然可就麻烦大了。疑惑的芈月正要追问，没想到媚娘却是突然过来了。韩国夫人本来想隐瞒她怀有身孕的，可呕吐这种生理反应却不是她能控制得了的。媚娘刚好趁着这个机会叫太医来验证一下她姐姐肚子里的孩子是男还是女。这太医可是武媚娘特地安排的人，所以当时的太医虽然知道韩国夫人怀有了身孕，可他却是谎称韩国夫人只是得了风寒。等武媚娘离开之后，芈月便端来了治风寒的汤药，结果韩国夫人非但没有喝，她反倒是将碗里的汤药全倒了。这下芈月就是再傻也知道她母亲韩国夫人是怀孕了。另一边的媚娘当然也知道这个消息了，毕竟这崔太医可是她派去的，若是她姐姐怀的是女孩的话，那对她儿子李弘的太子之位倒没有太大的威胁，可若是男孩的话，那可就麻烦大了。除了夫人有喜，你还看出什么？卑职看出夫人的脉象，她怀的是男孩。男孩？千真万确，他是男孩。卑职愿拿脑袋担保。男孩，难怪呀。年仅15的女儿意外地发现自己的母亲怀孕了，联想到之前她姨父和她母亲之前反常的举动，她哪还猜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呢？我知道了，娘是跟皇上好上了吧？你是怎么知道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女儿可不是笨蛋，你看皇上看你那眼神。你这鬼精灵，谁让我是娘的女儿呢？这点风月能不懂吗？芈月的话让韩国夫人不禁忧虑了起来。既然她的女儿可以看出来，那她那聪明的妹妹武媚娘也肯定能看得出来了。让她意外的是，芈月说愿意帮她对付武媚娘，如今她已然怀了李治的龙种，一旦她生下了皇子，再加上她母女二人双管齐下服侍李治，那年老色衰的媚娘失宠就是早晚的事了。到了那个时候，再让李治废了武媚娘的皇后之位，那她韩国夫人便可以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了。这娘俩如意算盘打的那是叮当响，可这一切却是被武媚娘安排的人听到了，这让武媚娘不禁感慨有其母必有其女啊。当初她生李贤难产的时候，她姐姐韩国夫人就巴不得她死，现在这芈月才15岁，没想到竟然也是一肚子的坏水。这个小妖精，这么小的年纪，心肠就这么狠。这娘俩，我好心好意的让他们进宫享福，他们就这样对我。娘娘可别气坏了身子。冬梅，你看看，这就是我的亲人，当初进宫的时候对我千恩万谢，现在越来越得寸进尺，居然想把我给废了。娘娘说过，在宫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宫女冬梅的话可算是提醒了媚娘了，这宫里哪还有什么亲情爱情可言？要是再晚点发现的话，那她武媚娘的下场绝对不会比王皇后和萧淑妃好到哪里去。不过幸好现在发现的早，一切都还有补救的机会。当务之急还是除掉韩国夫人肚子里的孽种。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治的行为越加的大胆了，他经常跑到韩国夫人的寝宫过夜，这让韩国夫人更加的膨胀了。他不断的逼着李治向武媚娘挑明他俩的事，而且还让李治封她为妃，这可着实为难李治了。毕竟当初的他可是向武媚娘许下只爱媚娘一人的誓言的，而且现在的朝中都是忠于武媚娘的人，像李义府和许敬宗可都是身居要职的。废立皇后是皇上的家事，那您封臣妾一个乐妃，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情？夫人别急嘛，事情都到了这一步，你怀的是皇上的龙子，朕一定会封你为乐妃娘娘的。
臣妾就怕夜长梦多，他的手段臣妾是知道的。可朕是皇上啊，是朕说了算，还是他说了算啊？难道朕怕他不高兴吗？李治和韩国夫人已然把武媚娘当成了软柿子，那么媚娘该用何种方式来反击呢？